前世我醉酒睡了村官，却因害怕被定罪逃跑了，结果害惨了全家。父亲气得脑出血，没几月就走了。大姐得知消息后抑郁而终，二姐被婆家看不起赶出家门，三姐始终坚信这事有蹊跷，却莫名其妙失踪不见。四姐1年后上吊自尽，五姐也因此被人退婚，至死都无法释怀。而村官为了留下我的孩子，最终选择了自杀。后来我参军成为了战神，无愧于天地，却在得知此事后悔恨终身，跪死在坟前。没成想老天给了我一次机会，再次睁眼竟看到了当年那个女人。我回到20岁，这是梦。就在此时，杨博突然听到外面树枝断裂声音，透过窗户就看到一个人影朝着山下跑去。不好，那个人会跑到村里，喊来所有人，让村民都知道我和林凌云滚了床单。林凌云，你给我听清楚了，10分钟后，村长张全会把村里人都带来。什么？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会负责。现在你听我说，你不想村里其他人知道，你就听我的。事后我亲自登门娶你。你做梦！不光为了我，也为了你。我知道现在的我配不上你，可我们别无选择。我没时间跟你废话了，他们马上就要来了。听话，我会负责的。如果你想，你可以事后杀了我，不过现在你听话好吗？你必须赶回去，张全领着人马上就要来了。杨柏，这里只有一条山路，而且我也走不了。不，还有一条路，也不用你走。很快林凌云穿好衣服来到外面，你骑着黑索，他会带你返回村里，他知道另一条路。小黑，跑！凌云，我会用我的一生来保护你的。我只喝了一杯酒就变成这样，等我解决完这件事，别怪我不客气。而此时张全领着人已经冲了上来。太不像话了，你可看清楚了，真是杨柏。村长，杨柏就是畜生，把林干事给上了，要是让我们抓到，烧了他。居然是四姐夫，怎么也想不到，当年报信的居然是四姐夫葛二火，怪不得四姐最后上吊，或许四姐已经发现阴谋。杨柏，你把村干事怎么样了？你还是人吗？喊你爷干什么？杨柏，哎，你怎么跟我说话的？杨柏，你别张口，你把林干事怎么样了？林干事，你个畜生，你上了林干事，你还是人了？把你嘴给我闭上！林凌云是你能侮辱的吗？张全死死看着杨博，他等这个机会已经等很久了。张全早就盯上杨家的地，那是300多亩草地。这次杨博喝醉，就是张全暗中让人做的。张全还收买了葛二火，让葛二火这个杨家女婿当中间人。等杨博事情一出，里应外合得到草场。你要找林干事，你去村宿舍，你找我家干什么？杨柏，你别胡搅蛮缠，林干事就在木屋当中。姓葛的，你哪只眼看到林干事在木屋当中？我不跟你废话，冲进去就林干事。张全一声令下，所有跟上来的人都冲进了屋中。进去的人都傻眼了，林凌云根本没有在木屋当中。这一下，所有人都看向张全，张全却看向葛二火。葛二火，你不是说亲眼看到吗？当场葛二火就愣住了。我明明都看到了，杨柏都吃了要跟林凌云那个了，林凌云跑哪去了？村长一定是被他藏起来了。林干事是不是死了？他毁尸灭迹。这几句话让众人再次反应过来，望着杨博眼色都变了，甚至枪口对准了杨博。杨柏，你够狠的。村长，你这么一想有意思吗？林凌云根本不在这。放屁！你四姐夫葛二火亲眼看到了。他说亲眼看到就亲眼看到，早晚我要好好收拾这个四姐夫。就在此时，留守村子联防队员跑了过来。村长，林干事在村部发报纸呢。你说什么？我看到杨柏跟林凌云在一起。你胡说什么？葛二火，你给我住嘴！人家林干事好好的，正发报纸呢，你这诬陷杨柏，是何居心？你确定？当然确定了，人家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葛二火！就在此时，五姐杨小芳突然冲了出去，一脚就踹在葛二火身上。你是人吗？赶回我弟弟！就你这样，当初四姐瞎了眼跟了你。村长，救我！我是听你。葛二火，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赶紧跟杨柏道歉。方丫头，你别打了，把人给我拉开。张全还想让人拉开杨小芳，杨小芳一甩棍子，凶狠盯着张全。村长，他诬陷我弟弟，道歉就完事了吗？那什么，这是误会。再说，你们是一家人。误会。杨小芳举起棒子，朝着葛二火大腿砸了过去。这时杨博抢下来棒子，直接砸了下去。小弟，打人归打人，毕竟是亲戚，我刚才就想吓唬他一下。当年四姐上吊，肯定跟葛二火有关。哈，这次我提前下手，省得四姐被欺负。这种人不值得你出手，更何况他的背后一定还有人。四姐那边我来说。杨博边说边看着张全，张全阴着脸好不容易挤出尴尬笑容道：杨柏，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是吗？未等张全说完，杨博一脚踩在葛二火的手上，无视葛二火惨叫，葛二火的手也给踩断了。瞬间张全眼神躲闪起来。五姐，我们回家。回到家门，杨博的眼泪再次控制不住。刚才外面闹哄哄干什么？你又惹祸了。爸，小柏想你了。就他吊儿郎当，不务正业，这么大岁数了，整天就想着当骑手。杨博也没有告诉葛二火事情，好不容易见到老爷子，先让老爷子痛快几天。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实在不行，送你当兵。爸，我想成亲。什么？你要跟谁成亲？林凌云。林凌云，人家那是村干部，还是大学生，你个小犊子，你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爸，我现在不行，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他，你们别管了，回头我就提亲去。你放屁，哪有你自己提亲的？你没跟我开玩笑？一旁的杨小芳完全呆滞当中。弟弟改变也太快了，以前喜欢林海第一女棋手，现在又喜欢林凌莹了。你跟林凌云？爸，我一定娶她。就在杨博穿鞋下地时候，村口铜锣响了起来，杨建林瞬间站了起来，对着杨小芳道：“把猎枪拿出来，偷猎者进村了。”不可能吧？爸，别出去，他们有阿卡47。偷猎者为什么进村？糟糕，为了装备，这帮家伙下山来弄不及了。在杨博印象当中，这样的偷猎者都是穷凶极恶亡命之徒，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很快几人赶到村部，林干事被抓了，我的天，怎么办？你问我，我问谁？上报吧，我们不救林干事咋救？他们是雪狼，你让我咋救？那匹黑马咋回事？林凌云咋有的？就因为一匹马被偷猎者给抓了，他也是倒霉。放屁！就在此时，杨博阴着脸走了过来。杨柏，你是不是有病？村长，我没空跟你废话，你现在给屯里打电话，让他们派民兵过来。金沟屯的民兵进山训练了，不然偷猎者也不敢出现。此时村民们正互相指责着，而一旁的杨博陷入了回忆。金沟屯的民兵队队长是曹强，10年之后，曹强更是当上刑警队长，维护一方。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这一年他们在金岭那边训练，民兵在金岭，你们骑马半夜就能到。什么？儿子，就算你找到民兵，林干事落在那些人手中，经过一晚，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落脚点。不，我知道。你说什么？你知道血狼窝点？杨博当然知道，他曾经见过大兴安岭剿猎实录，这上面有未来20年间所有追捕偷猎者和偷矿者的案卷。血狼这些人会在3年后被部队围剿，他们的窝点就在临海西北望牛岭。你怎么知道的？爸，先不说了，一定要把消息告诉曹强，让他们去望牛岭。都不许去。我出门喝酒打牌的时候，儿子却被人贩子拐走。回来后因埋怨媳妇对着他拳打脚踢，媳妇忍受不了我日日的家暴，赊账买瓶敌敌畏一口饮下。当我醉酒回到支离破碎的家，鬼迷心窍的我这才醒悟过来。从那以后，为了麻痹自己，我每天不要命的工作，硬是从底层成为了一个资产过亿的老总。即便如此，我心中的悔恨以及对妻女的愧疚依然无以复加。于是30多年没有喝酒的我，看着眼前进过来的酒杯，我一饮而尽后却顿感不妙。钱总，快去医院！当我再次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冰凉的炕上，旁边坐着一个大肚子女人和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小孩。这时，窗外传来一声吆喝：“1文钱，1文钱，3缺1，凑把手！”听到外面的声音，英子陡然间浑身一颤，惊恐的眼神看向钱一文。连续6声钟响，复苏了钱一文的记忆。接下来他会将完全不顾他6个月的身孕，硬是把带着温度的1块8毛2抢走，然后不管这娘俩出门耍牌。看着钱一文一步步逼近，英子慌了，下意识的捂住了裤腰带。你看紧了孩子，有什么动静也别出门，我出去一下。说完了，转身就出了门。身后的英子愣在那里半天没缓过神来。这个人是睡眼着了吗？兜儿里连半毛钱都没有，和人家空手套白狼吗？还有二狗子见了钱一文，略显惊讶，今天怎么这么痛快，不声不响就把钱拿出来了？你家里没老娘们，你哪懂？给老娘儿们点好处，趁老娘们儿迷糊的时候，要啥还不给？你还真使劲啊！不使劲儿，你能长记性吗？说我可以，不能说我家英子。快走吧，别磨蹭了，再不直起来，不等8圈下来，又拉咋了？你们走吧，以后也再别来找我了。二狗子一脸的难以置信，我还就不信了，你这花尾巴狗，今天还改成粮食了？滚犊子！你今天是咋了？怎么跟个疯狗似的？不玩就不玩呗，怎么动手又动嘴的？看着2个人骂骂咧咧走远，钱一文站在原地陷入了思考。既然重生了，我首先要阻止儿子被偷走，也不能做出抢媳妇钱那种混账事了。想想这日子让我过的，媳妇买瓶敌敌畏都得靠赊。钱一文回忆起过去的日子，泪眼模糊，随后拿起药镐埋伏进小仓房。这能行吗？老娘儿们家的，少说这丧气话。随后2团黑影悄悄潜进院子。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有组织有预谋，居然还有作案交通工具。重生一回，跑死个偷孩子的贼，也算是为民除害了。看看2人已经靠近那3间土坯房了，钱一文忽的一下窜了出来。先消灭敌方主力，剩下一个老娘们怎么都好办了。英子，听了这一声轻唤，钱一文硬生生把快要落下的药镐给收了回来。爸妈，你们咋来了啊？你在家呀？英子，快开门，爸妈来了。英子开了门，满脸惊讶。你拿这玩意儿干啥？我打算抹一抹，明天要用。你没和二狗子去？没去，以后再不和他们混了。丈母娘回头看了他一眼，翻了翻白眼，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耍钱人还能有这记性，有多少都玩手指头的，伤好了之后不是该玩还照样玩。你三爷奶病了，去看他了，顺便来这儿瞅一眼。妈，你们吃饭了吗？我去给你们做点。吃过了，发面馒头保着呢。随后老太太把英子拽到了屋角。又打你了？没有。他拿那玩意儿干啥？钱一文偷眼看到丈母娘把一卷子零钱偷偷塞给了英子。这场景之前见过多次了，但每次都成了我打英子的由头，这些钱都成了我的赌资。我当初真的是混蛋。爸妈，外面天冷，咱们进屋吧。我和你爸过2天再来。过2天还来。送走了几乎一句话都没和自己说的岳父母。
有点热乎气。媳妇儿，你睡炕头，照看好孩子，有我在，谁也别想再碰你们。英子又是一愣。清晨，钱一文从噩梦中醒来，睁眼看到英子和儿子钱多还在身边。儿子还在，以后大概再不必做这样的梦了吧？幸亏是重生在昨天，要是重生在今天，还得去和人贩子斗智斗勇。想着后世自己的身家和这苦命的娘俩没一点关联，钱一文心酸不已。我真不是人啊！地上就这6个小土豆，还是老丈人过年那时候给送过来的。这就是我曾经和妻儿一起过的日子。英子醒来，发现炕上不见了钱一文，心里一惊，摸了摸自己的裤腰带。还好，该在的都还在。媳妇儿醒了啊！快趁热吃。啥呀？鸡蛋羹。这是几个鸡蛋？4个，够你俩吃了。4个，不留着抱窝了。慢慢攒吧，有鸡就不愁蛋，你这身子要紧。捧着微烫的大碗，英子突然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待遇就刚结婚那几天有过，不对，昨晚上妈偷偷给自己塞钱，一定是又让他给看到了，这是变着法儿地往外红这点钱呢，拿我的来骗我的钱，这耍钱鬼就是心眼子多。快吃啊，等儿子醒了，你又吃不着了。看着英子终于咬了一点抿进嘴里，钱一文点点头。媳妇儿。钱一文刚一开口，英子赶紧把碗又放下，看着媳妇的反应，急忙说道：媳妇儿，我出去一趟，你在家千万守好儿子啊。干啥去？明天过节得吃粽子，我去买点精米，咱也包几个。说完了之后起身就走了。看着钱一文在鸡蛋糕上画好的印，英子叹了口气，哎，一碗鸡蛋糕5毛多钱，这就没了，要照这么吃，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儿子还要抖一会儿才行，先放锅里小一香吧。此时，钱一文正奋力蹬着他的28大杠，带着一麻袋草药直奔供销社。还好当时没舍得卖这辆28大杠，现在看借上力了。供销社大院的钱，钱一文看着公示板，同志，重楼咱这不收吗？重楼是啥玩意儿？没听说过啊，就是企业一枝花，那玩意儿没人要。看来这东西的价值现在应该还没人重视，不过也不白啊，留着回去给家人提高免疫力吧。随后一麻袋药材带着黑土树叶倒在了地上，把土抖落净了哈，不然扣你秤。放心吧，同志，保证不带土不带你。42斤玉竹2块9毛4，一点点柴胡2毛钱，15斤生麻1块3毛5，3斤6两桔梗6毛，29斤苦参1块7毛9，这些一共6块9，钱给你。比预想的要好，不往手上磨的几个大水泡。钱一文拿到了钱，对管称大哥说道：同志，帮我看一下自行车，我马上就回来。他带着189斤的草药卖了6块9毛钱，拿着6块9毛钱转身花6毛5买了包翡翠，急匆匆跑回来时，大哥的烟尾巴还在地上冒着青烟。同志，来根这个。这小兄弟啥家庭啊？敢抽我这档次的人都不敢抽的烟，一定是还没娶媳妇呢，还不知道过日子。趁着大哥发愣的功夫，钱一文极自然的把烟揣进他兜里。你这是干啥？同志，行里的事儿，你叔想和你请教请教啊。想问啥事儿？你说吧。想挖点要补贴的家用，你帮我支支招，咋能少出力多挣点？这个想挣这出大力的钱，还舍不得汗珠子，哪有那好事？你会分等吗？有个标准，我就能分。你要是能分等，再自己加工好了，就能多卖不少钱。大哥一边说，一边找出一张表来，递到钱一文的手上。3斤鲜苦参出1斤干货，鲜货6分钱，干的2毛8，这空间给留的够足啊。想了想，钱一文问了一句：大哥，咱们有等级标准，为啥还统收？好多人都不算细账，也懒得回去晒，刨出来直接就送来了，搞得我们月长秤。还能长秤？也对，并干湿标准是按湿的最湿，干的最干算，从采到送的过程中，等于是帮供销社完成了初晒，哪还是纯湿的了？正想着，大哥又往大院里一指：你瞅瞅，我们得多搭多少人工？钱一文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2、3个人正在给晒干的药材分级。大哥，那我以后就按照咱们的要求加工好再拿来卖吧。那感情好了，你会加工吗？抽心远志、扒皮桔梗、火疗生麻、棒打苍术，大哥我略懂。看不出来，还懂得不少。大哥过奖了，以后常来常往的，你可得多照顾照顾我。没事没事，10里8村的都是乡亲，谁还求不着谁呀？那我先谢谢大哥了。小伙吭哧瘪肚的在山里刨几个钱出来，不易，花这个大价钱干啥？这得顶7、8盒金葫芦了。大哥，这都是弟弟的一点心意。和大哥辞行后，钱一文来到供销社，手里还剩下6块2毛2。明天过节，该买的不能。媳妇的脸就是我的面子，动不动就啃一嘴的角质层，毕竟杀风景。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看着钱一文拎着麻袋回到家，英子傻了。你今天手气好，运气不错啊。你以为我去耍钱了？不是吗？不然你哪来的钱？等一会儿我再和你说。炕上生了火，钱一文才腾出空来和英子说话。我都说了，以后不耍钱了。那你哪里来的钱？我在小青山上采了点药，去平安卖了。供销社那边给我开的单据，给你看看。6块9，这得多少东西才能卖这么多钱？不用在意这些，这是剩下的1块多，你先拿着吧。英子接过了钱，愣在那里，一抬头瞥见了钱一文在拿针挑着手上的泡。不能挑。为什么？挑了更疼。好，那就不挑。媳妇，明天过节你就不用等我了，你那1块多买几斤肉，再自己留着点。这耍钱鬼怎么突然就赚了性了？多少年
年都没感受过这种温暖了。次日天还没亮，钱一文就出发了。赶到供销社的时候，管称大哥尾巴还没坐热。你这大过节的不在家里眯着，还往出跑？刚巧要买点东西，就顺道挖了点药，路太远，不能空跑。看着钱一文把粗细不均的普参根条倒在地上抖落泥土，你这点东西卖的不亏，顶着露水来的都能拧出水来。我这可不是诚心想占公家便宜，没办法呀，赶商务前还得赶回去给老婆孩子包粽子呢。成家了，别抖落了，放上来吧。成家了，一共55斤6两，把那点碎的都划拉上，凑个整3块3毛6。谢谢大哥，大哥还得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车。去吧去吧。钱一文转身从供销社又买了3盒金葫芦，2毛钱的糖回到前门。大哥，合作社咋不卖秤呢？一边说着一边极自然的把3盒金葫芦放了木架子上。你看看你这又是干啥？社会风气都是被你们这帮人给带坏的。大哥，细水长流。这小伙子还挺有心劲儿，乡下人有几个能用得着秤的？这么多年供销社就没卖过秤，想买得去县里。你留一盒抽吧。大哥，我不会抽烟。这玩意儿有啥会不会的？鼓捣就会了。小伙子都有小孩了，几岁了？3岁多了，老二都快出生了。啊，这得交多少钱呢？我们夫妻俩都是少数民族，不算超生。哦，我说的呢，多大家底子敢这么干？老二想好叫什么名字了吗？想好了，就叫钱柔柔。这是个好名字。老弟，你这一表人才，女儿出生以后也是小美人胚子。嘿嘿，大哥过奖了。临走时，钱一文又提起了老话。大哥，过2天我就开始送分等的药材了，到时候我有啥不懂的，你可得多指点。你看大哥说过的话还能不记着吗？揣着从大哥那里要来的药材收购价格表，钱一文回到家时正看到英子在包粽子。果然没舍得煮那几个鸡蛋，媳妇煮了吧，过节了，应个节气，过几天我准给你凑够，不耽误你抱窝。哪有这么说自己媳妇儿的？再说了，我这窝还没空出来呢。一旁钱一文找出毛笔和墨水，把一张大红纸裁成了4块，对照着收购价格单开始写起来。重点先来几样，不能搞得太杂。怎么个收购法呢？有了，像苦参、玉竹这些便宜东西，就比供销社降1分钱；那些贵的就降3分，让乡亲们少走了几十里路，就能拿到钱，也不算心黑。钱一文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毛笔字，一边瞄了一眼在包粽子的英子。嘿嘿，得让他觉得自己有价值才行。这些钱都放你这儿啊，可算是见着回头钱了。嘿嘿，别太高兴，可能只是个过路财神，而且还得干活。你这到底是要干啥？媳妇儿，我自己一个人去采药，拼死拼活的也刨不出多少钱来。我准备在补子里收购，让大家帮我去采药。你看看，这个是价格单。1斤才挣1分钱，你这账是咋算的？嘿嘿，这你就不懂了。我收湿的，晒成干的，挣1分钱，干后再分档，又能挣1分钱。我也不懂这些呀，你需要我帮啥？以后我连采带加工，有人来卖，你就给看看秤就行，别的啥也不用你干。这能行吗？上点整底子钱去。那不是吗？就这点钱能够吗？咱们一边收一边卖，慢慢的就倒腾开了，你就等着当富婆吧。富婆是啥？富婆就是有钱的老娘们。英子脸一红，扫了一眼锅台上的那堆钱，接着又去包她的粽子了。几年了，第一次觉得钱放在锅台上是安全的。拎着几张广告，钱一文先来到了村里的小供销社。听见钱一文和别人打招呼的声音，李德富扶了扶眼镜，这小子准瞄的是又赊账来了，尤其钱一文这种赖着不还的，真招人烦。李叔，借你块地方，把这广告贴一下。你要收药材？李叔，我这不是收药材，我是给平安供销社代收，最后还得都送到供销社去。供销社给你小子多少好处啊？李叔，供销社1斤给我1分钱的差价。好，赶紧挣点钱把账还上吧，下个月就来查账了，你还不上又得我给你垫上。李叔，给我拿1瓶胶水。见李德富没动，钱一文干笑一声，先记上，嘿嘿，忘带钱了。整点浆糊贴上不就行了，还得花钱买胶水，啥时候来清账？李叔，你先拢好，1个礼拜之内我准还你。都欠了2年多了，要不是看在你死去的爹和老丈人的面子上，我早猫的跟你急眼了。李叔，你这么说话有，我老丈人比你都硬实，还得借你毛笔用一下。给你小子赊账部署，还得白用东西，得去还喵的跟我一个文化人挑字眼儿。拿了笔，钱一文逐张加上了现钱2个字，踏踏实实的取信于民，别第一步就让人害怕。知道了，李叔。小供销社门口贴了一张之后，钱一文朝着老生产队大院走去。眼下虽说生产队的院子早归了个人了，但才解设没几年，大家还没有适应过来，有事没事都想来这里点个卯，人来人往，广告效应更好。钱一文刚把第2张按墙上，冷不防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肩膀，吓了他一激灵。一问钱，这贴的啥玩意儿？他把一张红纸切成4份，每份都写上了现钱2字，然后贴在生产队的门口。一问钱，这贴的啥玩意儿？
刘宝柱吓我一跳，自己不会看吗？广告我看看，啥广告？刘宝柱凑近了些，从上到下扫了几眼。我说一文钱，咋还想起来做买卖了呢？这风里来雨里去的，哪有推牌就自在呀？我干啥还得用你管？切，我哪有那闲工夫搭理你？我看你这也没多少差价，再掉点秤还不得赔死你？你有事没事，你再这样我忍不住动手了。不理刘宝珠，贴完广告的钱一文转身就走了。呸，书耍不成事，还跟我牛哄哄的。不对，这小子混是混点，但终归不傻。这赔本的买卖，他怎么会瞪着眼睛去做？这里边肯定有点事儿。三湾子刘宝柱见钱一文走远，把一张广告接了下来，走过另一张时，直接扯成碎片扔在地上。我瞄的还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把钱挣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界，也不想想这地界谁说了算。钱一文手里拎着仅剩的一张广告，向四叔家走去。还没进院子，钱一文就开始喊：四叔，四叔。你来干啥？四叔，打明天起，我要给平安供销社代收药材了，在你这贴张广告。啥？四叔，就是这个，你先看看。这写的这是什么玩意儿？一个都不认识。贴好了广告，钱一文坐了下来，这让四叔感到很不自在。自打三哥去世以后，我从来就没有设想过还能和这个败家子坐得这么近。四叔，我爸去世的时候，你买的寿才花了多少钱？现在突然就是重提，你还能有心给我是咋的？你买这玩意儿干啥？还抽上烟了？别人给的，我没抽。四叔，那寿材你心里有个数，我爸有儿子，这钱不能让你花，过一段时间我就给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吧，让老婆孩子好过点儿，让你妈少操点心，比啥都强了。四叔，我过2天我就把我妈接回来。咱们老钱家哥4个生了一堆丫头，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得往出息了混啊！爷俩正说着话，院外传来了四婶的大嗓门：李豆腐酱，今天咋没干豆腐呢？四婶，干豆腐卖没了。砖头子，我说你以后再卖豆腐，能不能先走我们这趟街？吃你点豆腐咋这么难呢？刘支书和李德富那趟街有钱人多，你就不往我们背街走了，怕我们不给你豆子。四婶子，我都快40的人了，你咋还叫我小名？我儿子都跟你学会了。你还能大过我去？谁让给你起这名了？院里，钱一文对四叔说道：四叔，你那钩子秤借我用几天，收上药材了没个秤不行。中，你要是真能把日子过好了，把我借给你都中。四叔一边回身去找秤，四婶正好端着一盆豆腐从外面回来，一天天的净瞎咧咧，把你借出去了，我咋整？那不是还有驴吗？啥活儿还不能干？你个老不死的，又胡咧咧。这老两口还是这么爱拌嘴。正好四婶想跟你说话呢，你就来了。谁都知道吃香的喝辣的好，谁都想把屋里头整亮堂的，可这过日子就得讲究个算计。以往点羊油灯的时候，点根蜡都觉得挺好了。你说四婶说的对？破车嘴，啥都想管，你给人家当家去吧。咋的？我说的有错吗？四婶说的对，我这回得上心过日子了。四叔装了一袋烟，也不看钱一文，自顾念叨着：收那玩意儿能行吗？去了遭损能剩钱吗？你放心吧，四叔，我已经挖了2天的药了，把路子都摸好了，赔不了。你收药，合作社给你垫的钱。钱一文有些犯难的支吾了一声：四叔，等我挣来钱了，给你买杆盘子秤，能给我还回来就行了。花那钱干啥？秤不用的时候留墙根放着，别让人给踩坏了。看着钱一文的背影，四叔喃喃自语：这个完蛋玩意儿，真想起来过日子了。钱一文回到家时，英子已经把饭菜都端上桌了。钱一文坐在炕上，把儿子往怀里一抱：吃粽子哦，这年月吃几斤大米都得拿苞米去换，更别说这年大米了。小钱多伸出2手就要来抓，这个可真不行。英子一面包着粽子，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道：你咋没买点酒？不喝了。英子犹豫了一下，转身拿出一瓶酒来。家里还有红酒。呸，日子过成这熊样子了，我往往还有心思惦记拉费呢。这不是那瓶鹿茸人参酒吗？这喝还是不喝？正想着，英子已经把小酒盅摆到桌上了，一杯还不到1两，应该没有大问题，到不了乱七八糟的地步。钱一文拿块头子蘸了一点，点进了儿子的嘴里，竟能糟践孩子。钱一文皱着眉头轻抿了一口，满嘴的药味儿。媳妇儿，这酒是哪来的？二舅在那个国营的清风山路厂，他给爸送来的。二舅还在那儿吗？那可是端着铁饭碗的正式职工，哪能说走就走？我知道了。钱一文一边闻着药味，一边在心里打起了算盘。这么有劲的东西，不把它投放到市场中去，对得起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吗？这件事儿不是3、5天能挑起来的。这个时候，个人估计还有很多困难，慢慢来吧，步子要稳。吃过了饭，钱一文开始教英子认秤，教了半天，总算是教会了。接下来，钱一文抡起大板锹，把院子平整了一遍，这才有个药材晾晒场的样子，活也干了，还把酒劲儿给散了，省得一会酒精上来搞事儿，挺好。收拾完了院子，钱一文又找出了一条麻袋，发现破了2个洞。媳妇儿，你帮我把这麻袋缝补一下，明天早起我得用。这个我实在是不会了。你明天还去采药？得去啊，不然真来一大帮人，咱拿不出钱给人家，那多没面子。看着英子默默找出针线，钱一文把儿子的小脚丫按在温水盆里。要不我也给你洗洗？等会吧，没几针就完事儿了。钱一文把盆子往英子脚下挪了挪，却愣在了那里。第一次看孕妇的脚，原来竟是这个样子，肿得像个小馒头一样。
你干啥？你缝你的，不用你管。我一会儿自己洗得了。你能哈得下腰吗？儿子不难受吗？小孩子见了水都亲，也过来帮忙，摸摸妈妈脚，又拍拍爸爸脸，给爸洗脸。英子看见钱一文满脸的水，手上突然就乱了。麻袋挺贵的，坏了就扔不行，就算补到无能为力，只要不糟烂都不能扔，还可捡了补别的麻袋，最后还能垫鸡窝。大清早，钱一文带了2条麻袋又钻进了小青山里。中午刚过，2个麻袋装得满满的钱一文直奔平安镇。管称大哥见了他，一脸的好奇：你不是说不送鲜货了吗？怎么又整这么多湿的送来了？大哥，刚跑完，一算计路程，还是往这边走比往家里赶近点，就直接送过来了。都是苦神。都是苦神。这玩意儿根须深，可得一把子好力气。你这可是够恨在的了。没事，这车皮实，驮上3、4个人都没事。车倒没事，这一路上岗下坡的，就你这小身板子，可是真够你呛的。过了秤，连皮120斤，就别去皮了，整数好算账，刚好7块2。大哥，咱哥俩也见了几次面了，你又这么帮忙，我都没问问大哥贵姓。免贵姓王，王维忠。钱一文又仔细打量了一下管称大哥。大哥，我也常在镇子上转悠，怎么看着你面生呢？我是做树沟那边的，儿子毕业了分到这里上班，就把我给调过来了。小伙子，你贵姓啊？大哥，我免贵姓钱，钱一文，你叫我小钱就行。王维忠面部表情突然僵住了。你是三河堡的？是三河堡的。原来那个电影放映员。对，就是那个差点考出人命的放映员。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么点破事儿，连一个从外地来的人都知道了。收拾利索了之后，钱一文说道：大哥，你再帮我看一下车。钱一文转身刚要走，王维忠上前一把拉住了他。干啥去？去前屋买点东西。还有呢，家里老婆孩子的，还有个快要冒头的，花钱的地方不少，别乱花钱了。大哥，那我就不和你虚头巴脑了，等我做起来之后，我给你来成条的。大哥，咱们收上来的药材是等着客商来采购吗？不是，到时候了，县里会来人统一拉走。那再往后呢？再往后，听说是到了省里后统一分配，到底是咋回事？咱这最底下的人就不知道了，也没打听过。那县里什么时候来拉这些药材？每个月的月底，反正就那几天，说不准哪天来。谢谢大哥。钱一文抹了把汗，跟王维忠道别。王哥，我先回去了。好，回去坡大，慢点。他把200平的院子铲干净，又预备了一只杆秤，这样80年最成熟的药材晾晒厂就初见雏形了。刚营业就迎来第一个小老板顺子，下回挖完了把土好好抖落抖落，这回就这么着了。再要是这样，我可就得靠你的秤了。知道了婶，一共5毛6分钱给你。谢谢婶子，明天我们再挖，我先拿回去洗一遍再来。嘿嘿，这在屯子边上就挖到了。不能洗，你这一洗水都吃透了，不是更压臭了吗？难怪不长个儿，都让心眼儿给坠住了。见英子又弯腰拿秤钩子去勾另一个柳条筐，钱一文急忙把车子往院门上一靠，跑了过来。给我，你去坐着吧，算明白账就行了。把几个小孩子刚打发走，2个人还没正正经经说句话，又来了一波。英子见了，从背后捅了捅钱一文，小声说道：手上快没钱了。钱一文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一大堆苦参、桔梗和玉竹，心中明了。嗨，媳妇，本来想让你当回富婆的，没想到成富婆了。你怎么还把你自己藏着的几块钱也用上了？给你特意全都要的零钱，还是我考虑的周到吧？一共7块2。送走了送药材的乡亲，钱一文扫了一眼药材堆。媳妇，你先带儿子进屋吧，我把干的挑出来，这玩意儿抖落起的灰都呛嗓子。搭一宿露水，不是又湿了吗？那不然先扇起来。搁啥咩？咱家一块塑料布都没有吗？英子抬头看了一眼窗户，钱一文略显尴尬。这时突然听到门外有响动，谁？只见一条黑影趁着夜色跑远了。谁呀？没事，好像是谁家老母猪又跑圈子了。跑圈子啊？那赶紧通知下乡亲们啊！没事，媳妇，咱们先不干了，进屋吃饭。三河堡能干出这种鬼祟事的，除了3湾子，没别人。吃过了饭，钱一文问英子还有多少钱了。听到问钱，英子本能的伸手捂腰，4块5。4块5，4块5，哪怕是再有10块钱也好，就不用再上山自己采了。英子刚好端了一盆水进来，听见了钱一文的自语，迟疑了一下。我这儿还有5块。今天收药材不是都花出去了吗？今天爸妈又来了，又是娘家帮贴的。我上辈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媳妇，你先洗吧，等我洗完了就串了。钱一文一边扯着英子的脚往水盆里按，一边嬉笑着，活像一对小猪蹄。大爸，我还有一对。去，你先坐炕上。还没到你呢。要是能多有几块钱，是不是就真不用自己去采了？不过也不要紧，只要药材晾干了我就去送，轻跑几趟也能倒开。2人正说着话，四叔四婶推门进来了。领先的四叔一愣，哎呀，这还挺知道心疼媳妇的呢。一句话臊得英子脸通红，忙从盆子里把脚
提了出来。快把抹布给我。怕啥？又不是外人，等你行动方便了，你得给我洗。这一院子的药材都是今天收的。都是今天收的。收这些得不少钱吧？花了10好几块钱呢。都是合作社给垫的。合作社？不是呀，都是他这2天采药卖的钱，再加上家里还有一点。英子说漏了嘴，一直没说话的四叔抬脸看了看钱一文。我就知道没有那么好的事儿，不挣你钱就不错了，还能给你垫钱，这个败家玩意儿，这是真想往好道上赶了。这一趟往平安送药材这事儿，那可都是力气活儿呀。你瞅瞅，你学着点。我学啥？我老天八地的，你还想让我上山去采药啊？不是，我是说这个。四婶一脸羡慕，拿手一指正给英子洗脚的钱一文。眼馋啥？你要是也能挂上撅儿，我跪那儿给你舔干净了。侄媳妇儿，你别多心，我没说你。这辈子就欠你们老钱家这点账，成你垫嘴的了。钱一文发觉了四婶的尴尬，开始寻找话题。四叔，这有半瓶药酒，你拿回去喝吧。四叔，药材收上来之后还得晾干分等，他往后就没工夫再上山采药了，手里现在就剩下不到10块钱了。四叔要是手头宽绰，用多少？四叔有10块、20块就差不多够了。你汪汪的咋知道我兜里就这20块钱的？你四叔的家底子都在这儿了。四叔，等我倒腾开了马上就还你。2张热乎乎的大团结，四叔就这么毫不犹豫甩我了。走，回家。才说这么2句，咋就急着走呢？那咋的？你还想在这儿过夜呀？你个老犟种，就和我扯脖子喊这点能耐，干啥来了？你忘了呀？你三姐捎来信了，说她家土豆子留多了，去了栽种，还剩了2麻袋，过几天窖里反水就留不住了，让你早点去拉回来，晚了就生牙子不能吃了。真的吗？那太好了，正好把我妈也一块接回来。你打算咋去呀？我有自行车。你那玩意儿驮了土豆子，你妈咋整？拴后便蹬回来？那不是还有土作吗？啥玩意儿？颠颠打打30里地，也不怕把你妈尾巴蹲2半了？赶我驴车去吧，咋也比你那玩意儿强。交代完了事情，四叔径直走出门外。四叔，那酒一顿就能喝半两，可别多整啊。四叔把酒瓶子举高了点。半两像拉尿似的，有啥意思？这点玩意儿都不够我2口的。第2天一早，钱一文先把昨天收的药材全摊开了，寻思了一下，给英子留了张纸条就走了。英子醒来见了纸条上的字，我再挖一趟，咱不能全靠别人。看昨天的样子，今天还会有更多的人来送药材。媳妇都6个多月的身孕了，那个小玩意儿半空里悬着，万一哪股劲儿使错了再溜达出来，可不是闹着玩的。白搭6个月的功夫不说，媳妇也白遭了6个月的罪。今天钱一文没挖太多的药，时间短挖的也少，总共4块3毛2，拿了钱奔供销社买了几根麻花和2盒金葫芦烟，又匆忙跑回到王维忠身边。王哥，今天收获少，先给你来2盒，你先抽着。王维忠推3阻4的不肯收，都不容易，哪好意思老抽你的烟呢？见王维忠坚持不收，钱一文扔了烟就跑了。这年轻人，钱一文匆忙赶回家时，果然看见院子里又围了一堆人。钱一文扎进人堆儿，接过了英子手里的秤，你坐一边付钱就行，我来。正忙活着，钱一文突然看到一个略显佝偻的身影。英子，你去看看。好像是二大爷。英子走过去，接过了二大爷手里的柳条筐。二大爷，你咋不进屋？我看你们都忙着呢，给你还热乎着呢，给孩子吃。英子接过来一看，是2个窝窝头，心头一热。以后别往这儿拿东西了，啥都不缺，你自己留着吃吧。二大爷的柳条筐里是半筐杂七杂八的药材。我听你四婶说这些东西都能卖钱，就给你们刨了点。二大爷，这东西我送到供销社，人家也是给钱的，我哪能白要你的东西？钱一文看了一眼二大爷2脚和裤腿子上的，心里一阵不是滋味，一边说一边象征性的把柳条筐勾在秤上比划了一下。英子，给二大爷拿1块1毛6。英子会意，数了一把零钱，递到二大爷面前。啥？这点玩意儿能值这么多钱？你小子这么做买卖还不得赔钱？给你，你就拿着吧。二大爷又把钱推了回来，说是给你们的，哪能要钱？我们也能卖钱，你这么大岁数了，哪能白要你的？英子撕撕巴巴硬把钱塞到了老头的兜里。你看看这不成了占你们便宜了吗？这时一旁的钱一文凑了过来，小声地说：我刚买的麻花，你给二大爷都拿上吧。英子取来麻花给二大爷，二大爷无论如何也不肯要，嘴里一个劲儿地说着：给小土豆吃吧，正是长骨头长肉的时候，我一个老棺材瓤子，吃不吃能咋地？好歹算是劝着他把麻花接了过去。二大爷走到门口时寻思了一下，又把麻花放到了车座子上，回头喊了一嗓子：放这儿了，记得拿回去。看着二大爷凄凉的背影，钱一文心都要碎了。看来自己肩上的担子里不光只有妻儿。重回80年代，从零开始创业最怕什么？当然是钱包和信用危机。还好昨夜四叔甩来2张大团结，等到最后一个人美滋滋的拿着钱走的时候，英子的钱袋子里只剩下了2块多钱。嘿嘿，第一天收上来的山药已经干得差不多了，这些带点木质的根，本来水分就少，春风一抽干得更快。英子出来看时，见钱一文正给干透了的苦参分等。先别分了，洗手吃饭吧。你先吃吧，我今天得把这些分好结，明天早点送去，不然资金链该断了。资金链是啥？好像超纲了，钱串子。
我说钱串子。那我帮你。也用不多一会儿，你带儿子先去吃吧，这会儿得大哈腰，你这身子不行。大，吃饭饭。乖，跟妈妈一起吃饭饭。大，举高高。好，把住了呀，掉下来摔着很疼的。儿子被他一下薅的钱一文直接儿龇牙咧嘴。快下来，你爸都没法干活了。钱一文拿起一根粗大的苦参条子，往上一举说道：儿子饿了吧？来，先吃一口。哎呀！爸爸坏坏！钱一文哈哈大笑，美滋滋的接着干活。英子观察了一下，见钱一文正把那些粗壮些没干透的往出挑，便回身拿了根扁担，把那些干透了的往他身边扒拉。媳妇，你瞅你，像给我指明路似的，我可不敢用你。英子无奈只好回屋了，坐在炕上。英子越想越觉得哪里不对，指明路，我怎么觉着挨骂了呢？等到钱一文装好了2麻袋，天也黑透了。这时门外的黑影又出现了，这一次钱一文没声张，故意磨磨蹭蹭的一点一点往门口挪着。果然是三湾子。走你！哎呀，谁啊？呀，这不是三哥吗？这么晚了不睡觉，你这是玩啥呢？你瞎呀？没看着人吗？你看你这话说的，要是看着了，我能瞪眼睛往你身上扬吗？三哥，你咋还猫我家后面呢？我撒泡尿不行吗？三哥，你这病得治啊！咋了？我看你都在那儿站了足有半拉点了，也没拉出一滴大来，怕是病得不轻啊！明明刚才你还说没看见人，咋这会儿又说我在那站了半个钟头？2个人的吵吵闹闹把英子给惊动了。这是咋了？三哥尿急，刺咱们家的墙根子，我一不留神砸到他头了。进屋里洗一把吧。三哥憋半天了，你别耽误了人家事儿，整出大病来，你给治咋地？钱一文凑到英子耳边，媳妇，这种人还是不往家里领的好。说罢，扶着英子就回去了。这后人你得罪他干啥？你不知道，光我看见的，他就鬼鬼祟祟的来了2趟了，指不定又憋啥坏水呢。你都知道他憋着坏水呢，还搭理他干啥？像上回一样吓跑他就得了。媳妇儿，可不是我招惹他的，是他先把我贴的广告都给撕了。你咋知道是他撕的？除了他，没别人。我在生产队老房子那儿贴的时候，他就在我旁边聊骚了。你没准是谁家孩子看着新鲜，扯回去玩了呢。跑不了他卖切糕的，那广告撕下来根本就没拿走，就直接撕碎扔地上了。那你也不该得罪这种人。你一天天的不着个家，剩我们娘俩，他要是也找麻烦怎么办？大白天的，倒不信他还敢把你俩咋地？我倒是怕以后送药的越来越多，你这身子又越来越承受不了。干点活能咋地？昨天妈来的时候还特意告诉我多运动运动呢。媳妇儿，我想让二大爷来帮忙。那么大岁数的人了，咋好指使人家？不能白让二大爷干活，一天给他1块钱，怎么样？那还行，二舅在路厂是正式职工，1个月才40块钱。咋了？给多了？说啥呢？给二大爷钱多少都不多。英子随手把窝头推到钱一文面前，看着2个窝头，钱一文的心暖暖的。这个抗饿，我明天带着路上吃吧。躺在炕上，钱一文开始和英子算计起来。这几捆子干苦参，我看的有100多斤，2等货就能卖2毛多钱1斤，能卖20多块。我还挑了点柴胡、秸秆和苍竹，先拿去探路子，再倒腾几天，给你买套的确良。这件结婚时候买的衣服，看样子也要穿到头了。买啥买？有那钱先留着做买卖吧，别哪天资金串子又断了。明天要是有空，收回点斜口布和几尺白花旗来，再买1包大马针。可千万别买啥衣服，这身板子穿上能穿出样来。再说，眼下正是用钱的时候。英子说完半天没见回应，抬脸一看，钱一文已经睡着了。8点钟的时候，钱一文已经开着28大杠出现在了平安镇供销社的门前。看见钱一文，哼着小曲走进院门的王维忠一愣：“你咋来这么早？”王哥，我这不是想你了吗？嘿嘿，今儿这嘴是抹蜜吧？咋这甜？今天的是干的还是湿的？王哥，今天全是干的，还是分好等的。那感情好，头一回这么收药材，不学习一下，还真汪汪就不会了。王维忠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拿出一沓纸：1等苦参2毛8，2等苦参2毛4，3等苦参2毛，黄芪1等是9毛6。黄芪，你这些里头有黄芪吗？王哥，刚开始收墨收那么多样，我怕整乱了。那你也得把黄芪带上啊，那玩意儿根条粗，压秤还贵。我记住了，王哥，回去我就贴广告。咦，你这苦参咋没有1等的？王哥，才刚收墨2天，那些大粗根子还没干透，要是杨氏不干的就送来，不成了占咱们便宜了吗？小老弟觉悟还挺高。王维忠四顾无人，压低了声音：“差那么1星半点的问题不大，堆到朝阳坡2天办不到不就干了吗？”王哥对我这么好，哪敢再给王哥添麻烦呢？这个小老弟能杵柴胡不多哈，这东西山上倒是成片的，就是太细了，刨1天也刨不出几斤来。那是啊，要不咋能9毛钱收呢？一样样过了一遍秤，算好了账，钱一文心里乐开了花，一共28块5毛3。小老弟，这是打我在这上班以来一趟卖钱最多的。钱一文小心把钱揣好，问了一句：“王哥，几点了？8点45、6了。王哥，你那张全一点的表格能给我1份吗？
哎呦，我就一份啊。那就不用了，你先忙着，我先走了。等会儿你拿去吧，早点给我还回来就行。那可太谢谢王哥了。王哥，我回去抽空复写一份，再给你送回来。钱一文刚要走，突然又想起什么。王哥，今天我有点着急，等我下趟来的。哎呀，用不着那个。看着钱一文着急忙慌的背影，王维忠的心里翻腾开了。都说董长贵的姑爷叔耍不成事，怎么看着不像呢？这一天天的正命似的干活，像个毛驴子似的，他哪有功夫耍钱？钱一文赶到家的时候正好晌午，二大爷正站在院子里约着秤，老脸上洋溢着笑意。见了钱一文回来，英子急忙走了过来，悄悄向他展示着自己的家底子。快点的吧，就剩几张小票了。媳妇，我这还有，给你。这是多少？28块5毛3。卖这么多？下趟更多。二大爷，累不累啊？累了你就歇歇，我替你一会儿。庄稼人干这点活还能累着？少整那虚头巴脑的，快去吃点饭吧。你们吃饭了吗？刚吃完，还剩不到2碗水饭了。那我赶紧吃，吃完了我就走。还担啥去？赶黑钱，再送一趟。钱一文一边说，一边开始挑选起来。这一趟少带些苦参，多带点值钱的东西，以便周转。英子远远看着钱一文被焊他的湿哒哒的后背，莫名心酸，回身进屋扒了几颗葱，2个还带着老母鸡体温的鸡蛋，炸了一碗鸡蛋饺。哎，这个窝算是包不上了。钱一文终于装满了2个麻袋，跑回了屋里。酸菜土豆条，1碗鸡蛋酱，4、5颗羊角葱。媳妇，今天好丰盛呀！忽然钱一文一愣，媳妇儿，咱家哪来的土豆？二大爷拎来的。你和二大爷说让他帮忙了吗？说了，他可乐喝了，还说不要钱，咱到时候可不能不给啊。行，到时候你给。晚上别让二大爷走，我买点好吃的回来，让二大爷喝一口。收上来的药材怎么才能值钱？刚挖出来的药材水润丰满，但很廉价。风干后的药材要分1、2、3等，装好药材往平安镇一回收，这样原子就顺利挣到手了。你这又来一趟，这是有几个媳妇儿要养活，这么拼命？王哥，来送药材的越来越多了，我不多跑2趟，钱倒腾不开。收了钱的钱一文直接就奔了供销社，买了一条金葫芦1盒翡翠，就回到供销社前院。王维忠已正在往屋里推扁平秤，钱一文赶紧上前帮忙，拿出金葫芦顺手扔在秤上。你这是干啥？我也没帮上你啥忙，一个买一个卖，这再正常不过的买卖，还用得着这个？而且就算你这么天天敬着我，钱我还能多给你几块是咋的？王哥，你鸡不压等还给我支招，这就算是帮了我大忙了。那不都是小事吗？再说这也都是我的本职工作。王哥，那可不一样啊，多一句话少一句话能是一回事吗？你就拿着吧，咱哥俩还得长处呢。你今年多大了？咋了，王哥？我今年26了。哦，属的，和我儿子同岁。哎呀，你看我这没大没小的，那我得管你叫声王叔才对啊。别的听惯了，你一改，别再把我给闪着。王维忠把烟拆开，拿出2盒塞进了钱一文的兜里。你拿2盒回去。王哥，我不抽烟，你忘了？你不抽，家里还不得有个来人去且啥的？听好了，以后可不能再买了，挣点钱多不容易。没事，王哥，以后我们挣大钱，这点小钱都不算个事儿。那就等你挣大钱了再说吧。好，就这么说定了。我着急回家，我先走了。路上慢点。天快黑了，还没见钱一文回来，都在担心着。回到家的时候，二大爷和4叔4婶都在院子里坐着呢。明天可别这么起早贪黑的了，多让人不放心。英子放下了手里的洋叉，迎了上来，拎了一下后座上2边搭着的袋子，没拎动。钱一文看了英子一眼，感觉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呢？你这是咋了？不乐呵呢？没事儿，跟李豆腐酱子怄了点气。英子，你说你也是，跟他生那份嫌弃干啥？李豆腐酱怎么了？英子要称2斤干豆腐，他不卖给咱。现在这手工业者都这么暴躁了吗？这个李豆腐酱竟然敢拿客户不当一回事儿，你等明天我碰着他的。你别又惹事了，也不怪人家，欠人家2年的豆腐账了，100来斤黄豆，人家说2句也不犯毛病，人家不指着鼻子骂就不错了。人家这不是卖给你了吗？你怎么还不乐呵？我花的现钱，那你更应该高兴才对啊！你看看整个三合堡，谁家能掏现钱买豆腐？好了，媳妇，我来做饭，你去李豆腐那儿打2斤酒，慢点走，不着急。这顿晚餐十分丰富，干豆腐卷大葱，猪肉炖酸菜，花生米，土豆酱，看着一锅的肉，4婶眼睛都直了。咋地？这日子是不打算过了呀？看不惯你就一口别动，也没有外人，你整这些菜干啥？二大爷没花多少钱。啥玩意？没花多少钱？我可得信你，就这一盆子肉，还不得1块多钱呀？钱一文的心一紧，二大爷这得是多长时间没买过肉了？4婶也来一杯。酷辣的，我才不喝呢，多吃几块肉不好吗？钱多见了桌子，哼哧哼哧的往炕上爬，被英子一把抱过，拎到了外屋。英子，来吃饭啊！你们先吃吧，我把锅台石剁出来。这毛病可得给他改一改，家里来人不让老娘们儿上桌子哪行？再说这也不是外人。当下硬把老婆孩子推到了桌子边。你们先吃吧，他一霍霍，别人还咋吃？没事，我看着。都一块儿吃吧，哪有爷爷奶奶嫌弃孙子的？
二大爷，你多吃点。你也是真不寻思着给老婆孩子留个下顿？你吃你的吧，明天我再买点回来。15半刀的来这么一回还行，天天这么吃，有多少钱够造的？再这么整，我就回家吃去。让你多吃点好的，你还数落人家受穷的命？咋？我说的不对吗？不是过日子道吗？这主儿穷横的，惹不起。看着二大爷数落四叔，钱一文有意让二大爷安心，开口道：二大爷，你猜我这套卖了多少钱？还能有上午多，也就是20块顶天了，48块多，单据给你看看。我汪汪的不识字，你不知道啊？二大爷，这2套卖的加一起，比本钱都多了。二大爷低头咂摸了一下，突然抬起头来，那这一院子的药材都是挣下的，可不是吗？这买卖还重啊！可我看着好像下午你驮走的没上午多呢。二大爷，下午卖的都是值钱的。钱一文一边说，一边从那沓钱里拿出4张后，剩下的连同单子一起递给了英子。四叔，这是借你那20块钱。二大爷，这是你这2天的工钱。我都和英子说了，不要钱的，怎么还给？非给，我明就不来了。二大爷，这钱你说啥也得拿着，我们轻手利脚的，哪能占你的便宜呢？边说边把钱揣进二大爷的口袋里，给我孙子攒着。四叔，你怎么不揣起来呢？先放你这儿吧，别给我送完了上去就行。不能，以后不玩了。有那记性吗？四婶在桌子底下偷偷掐了他一把。你汪汪的拧我干什么玩意儿？瞎说啥？真就1碗凉水让你给看到点儿了。四叔一拍桌子，倔劲儿又上来了。他要是真能借了，这20块钱我就汪汪的不要了。你咋啥都往出咧咧？钱一文一边看着四叔2口子打嘴仗，一边掏出那包翡翠，拆开来递给2位老人1人1根。二大爷拿过来瞅了一眼，又给扔了回来。这袋边的烟给我抽的都白瞎了。二大爷，四叔说的你都听着了吧？我作证，你小子就好好干，咱不争馒头争口气，这20块钱就让他拿不回去。这都说兄弟子值一个呀，你这一碗水咋端的？我们可是吃一口奶长大的呀。听二大爷的，这回非让四叔尝尝记性。我看还是你先尝尝记性吧。我看你这越收越多，过几天对一院子，你还拿你那小铁车一趟一趟倒腾啊？多跑几趟也就是了。我年轻，有的是力气，这都拿索密痛顶着了，终究也不是个事儿。这二哥，这是等我话呢，等攒多了，赶我那毛驴子去吧。你那玩意儿毛棱3光的，他能摆弄得了？我给他赶车，行了吧？中。四叔，我要是真借完了，你这20块钱搭的不觉得亏吗？你要能改，我搭点钱也认了。这才是一家人的样子。侄媳妇，你把钱都把在手里，钱不到他手，他想耍也没招了。闭上你那个坑吧，卖的钱先到他手里，他偷着顺出2张，你知道啊？你好，还给他支上招了。不能，大老爷们儿吐口唾沫都是个钉儿，哪能说话不算数？偷眼看了看英子，见英子正拿围嘴给儿子擦着嘴，仿佛并没留意他们说什么。钱一文又把那2盒金葫芦拿了出来，对二大爷说道：二大爷，这个比那个带把的有劲儿，往后你就抽这个吧，比你卷烟省事儿。留着吧，再有劲儿，还能有我这蛤蟆头有劲儿。明天我赶上驴车跟你去一趟，咱们早点走，顺便把你妈接回来吧。听四叔的。你打算几点走？四叔，院子里那些还都没分到，要不就后天去吧。中，你说哪天就哪天。酒足饭饱，钱一文送大家到了大门口，四叔一边走一边嘟囔着：这混小子还中。还给他二大爷整个班上，汪汪的，怎么不想着他四叔点？你二哥不是给你和驴都安排活了吗？那能一样吗？人家是正式的，我就是个临时工，啥汪汪的临时工，工资也不提，不就是壮丁吗？钱一文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隐隐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趴窗户上一看，原来是英子和四叔正在那给苦参分等呢。那车座子梆硬的，还能不铲？明天我给他做个坐垫子套上，兴许能好点。这咋还冷不丁地上来虎劲儿了呢？不要命了？谁知道了呢？自打节前我爸妈来那天开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英子在洗老公裤子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磨得发白的后裆上斑斑点点全是血迹。英子鼻子一酸，回头看了眼28大杠，坐垫刺眼的闪亮。这还能骑车了吗？英子抹了把泪。明天我给他做个坐垫子套上，兴许能好点吧。这咋还冷不丁地上来虎劲儿了呢？不要命了？谁知道了？自打节前我爸妈来那天开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这人要说变也真是快哈，这些天真没出去啥。四叔他天天不是上山采药，就是往平安跑，一天不着闲，哪还有功夫玩啊？不行，明个儿我得上坟茔的看看去，是不是老钱家哪块坟冒清气了？四叔啊，咱可不能起得这么早，就是为了折腾老祖宗的。起来了啊，咋地？帮工还有错了？这都分好了，怎么不装起来呢？掌柜的不发话，咱也不敢动啊，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四叔，我看你们分的挺好啊，
就是这仓主得拿些底子在簸箕里好好搓一搓。搓它干啥？四叔，仓主这玩意儿就是这么个收购标准，得把须根子去掉。把须根子搓掉了，搓秃噜皮了，那得掉多少分量？你小子是不是有点虎？四叔，你就听我的吧，砌墙抹花你这儿干不过你。说到药材，你可真没我懂。钱一文看到门口的毛驴车，四叔，你这么早把毛驴车赶出来，这是要干啥去啊？干啥事儿都别硬成那干巴强，想挣钱那也得一点一点来，哪能一口吃个胖子？再骑2天这玩意儿，尾巴根子都得给你磨成猴腚。感情是媳妇为了我起了个大早，去四叔那边刷脸了。我说这个驴车咋来的？是我找四叔来的，今天这趟就麻烦拿到四叔吧。嗨，啥麻烦不麻烦的，一笔还能写出2个钱字咋的？四叔，你这毛驴子脾气不大吧？顺毛摩挲，别枪插来，倒也没啥。你真不用我去？四叔，你在家帮我干点别的活。啥活？在院里给我搭个锅台。啥？屋里有锅，你还搭锅台干啥？你就搭吧，我有用处，就按着12人锅搭就行。干啥呀？使那么大的锅？四叔，12人锅多大呀？对，是得这么大。蒸？干啥还不是干呢？听掌柜的就是了。四叔，他一个人都行吗？有啥不行的？别听你二大爷的，他就是看我闲着他难受。不是都说毛驴子脾气不好，再倔还能有老钱家人倔？也是，再倔也倔不过二大爷和四叔去。钱一文列着架子，离毛驴子得有1米多远，才把驴牵出了院外。等会儿把这个带上。钱一文回头一看，英子手里拿着一条儿子的小棉被。媳妇儿，你真好，加点小心，卖完了就早点回来。那天我让你买的东西，你是不是都忘了？啥呀？这脑袋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寻思啥呢。想点比买东西重要的事儿。黑烫绒、鞋口布，来花旗再买一包大码针。柜里妈打的套我还有点儿，我做几双鞋。买几双得了，就别自己做了。你都这样了，还能那鞋底儿吗？哪有那么娇气？再说一双好的胶皮鞋得3、4块钱，花那钱干啥？那几样布都买多少？你就和店员说够做10几双鞋的就行，他就给你配了。还要啥？不要了。钱一文的出现让王维忠又发现了新气象，这是鸟枪换炮了呀，哪整的驴车？王哥，院子里成堆了，自行车倒腾不过来了，借四叔家的驴车。好，越滚越大了，好好整着，攒点钱，自己拴一挂车。难怪四叔和老丈人都整个私家车，看来这驴骡还是比人有用。这一趟卖的钱足顶以前的4趟了，都来平安好几趟了。今天得去看一趟老丈人了。这一趟可是真没少卖钱，前世几十年深谙财不露白的钱一文傻了。王哥，去了底子钱也没剩多少了。来到供销社里，按照英子的要求买好了布，又盯上了一些其他的饰品，眼花缭乱的只能请教了一下店员。同志，这些东西哪种的样式比较新一点？这都是新到的，自己挑吧。同志，你帮我参谋参谋，20多岁小媳妇该选哪种好点呢？个人各有喜好，我哪知道你媳妇儿稀罕啥呀？那你就按你的喜好帮我挑一下吧，我真不懂这东西。你到底买不买？说着话，抄起盒子就要往回拿。买。又给儿子买了一个铁皮青蛙，一共付了1块8，走出供销社。谁说为女人与孩子难养眼？哄媳妇和孩子的成本也不高啊，1块8毛钱就能把妇女儿童都答对的乐呵的。来了几趟平安了，不上老丈人家看一眼，终归不是那么回事儿。尽管他知道老丈人掐半拉眼珠子看不上他。中午下班，董长贵回来吃午饭，刚一进胡同口，就看见自家门口拴着一辆驴车。刚一进院门，英子妈迎了出来。谁来了？英子女婿。英子妈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一边不安地说：1年多没上门了，他咋还来了呢？会不会是那天？别胡咧咧，开着窗户呢。看着老丈人进屋，紧赶慢赶的把剩下的小半碗面条几口吞了下去。爸，下班了。你拿来的？买这么些东西干啥？有那钱你琢磨着把日子好好过起来吧。董长贵上下打量了钱一文几眼。他哪来的钱？这准是又把英子那几块钱给抠出来了。不对啊，要是钱到他手了，还能想起来给我买东西，早就出去刷了。你哪来的钱？这酒可不便宜。爸，我这几天在3合堡收药材呢，今天正好往这送药，寻思着来看看你俩。收药材那玩意儿能挣几个钱？眼下看还行，今天这一趟就卖了快170多块钱呢。啥玩意儿？170块钱？那得多少药材啊？7、8袋子呢。我交来的都是分过等的，干的就贵点，我骑自行车驮一趟还能卖20、30呢。干几天了？董长贵看了一眼钱一文鞋和裤腿子上的泥，眉头稍展。你和我妈去的第2天，我就开始上山采药了。本来想早点来看你们，但是前几趟来时间太紧，就没过来。那天我们就是上你3姨奶家，顺道到你们那儿看看。董长贵坐在炕上，顺便瞪了英子妈一眼。吃饱了吗？再给你挑一碗吧。吃饱了，爸妈，家里还在收药材，我得赶紧往回走，不然收药的钱又不够了。英子，他大这个肚子，能干得了活吗？妈，四叔和2大爷都在，他就跟着算账，没让他干活。走到门口的时候，转头对老丈人说道：爸，你别下地了，吃饭吧。老丈人左腿压右腿，
右腿压左腿，压根儿没有要动的意思。可丈母娘在院子里说话的时候，董长贵他拉着鞋撵了出来，手里的罐头槽子糕和肉往钱一文怀里一堆。这些拿回去给英子和孩子吃，我这啥也不缺。爸，这几天我一直给他们买，现在车上还有呢，这些你们留着吃吧。一边说，一边把东西放在了院里的扇车子上。一抬头，钱一文眼睛一亮，角落里放着一口满是锈迹的大铁锅。妈，这锅不用了啊，大锅太占地方，换小的了。妈，要是暂时用不着，我先用几天。英子妈转头看向董长贵，拿去吧。趁着钱一文搬铁锅的空档，英子妈拿起扇车子上的东西，偷偷塞到了车上的麻袋里，麻袋里露出头花、玩具等东西。看愣了老太太，老太太愣神的功夫，钱一文把铁锅也搬出来了，咣当一声扣在了麻袋上。正好，扣上省着道上蹲大丢喽。你使这么大的锅干啥？炮制药材。爸妈，你们回去吧，我先走了。钱一文离开后，英子妈叹了口气，整这么个玩意儿，英子这一天过得不死不活的，啥时候是个头啊？抹了抹眼角，指着董长贵的鼻子骂道：都是你个温死的老冤种，哪只眼睛看出他能出戏人，给了老王家多好，你看看人家。回到了屋里，两人又鸡哥起来了。你把锅答应给他干啥呀？听这些天废铁又涨价了，他不是要给咱们当货烂卖了吧？挺大个人张回嘴，我还能让他闭不上吗？你说说，他说的收药那是能是真的吗？你问我，我咋知道？把那酒给我拿来一瓶。大赏五头子的，喝这玩意儿干啥？给你灌吧，跟你唠句正经嗑儿比汪汪生孩子还费劲。赶礼拜天去看一趟，不就啥都知道了吗？钱一文在供销社门口停下，想想还有什么东西忘了买，刚拴好驴，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向后院走去。那不是三湾子吗？悄悄隐在电线杆子后面，只听王维忠没好气的说道：你来干啥来了？舅，我来看看你还不行啊？不好好在家干活，老往镇子上跑，喝的一身猫尿味儿，还好意思说来看我？舅，真是来看你来了。我们三河堡那个姓钱的，是往你这卖药材了吧？咋了？我就问问，舅，我也想收药材，你看行不行？一文钱在回家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事，一黑影狗狗碎碎的出现在供销社院内，一脑袋问号的钱一文悄悄藏在大树后面，听到三湾子也要开始收药材。啥你都想干，干啥都2天半新鲜的，消停眯着吧，让你爹妈省点心，就算你们老刘家烧高香了。舅，你看你这话说的，他一文钱都能干，凭啥我不能干？再说我亲娘就在这把着撑，还能亏了我？看人家人比人得死，人家能一天骑车直达2个来回，尾巴都铲坏了，靠吃索蜜痛顶着，你能吗？我家有2马大车呀，哪有像他那么胡干的？行，我不小瞧你，你明天给我送来点我看看。看到三湾子被对得面红耳赤离开，钱一文转身进了供销社买了4张大红纸，回到家时正要进院，却被人叫住。一文钱，干啥？我没功夫。不是找你玩，找你有正经事儿。啥事？快说，我着急呢。你能不能借我2块钱？1块也行。咋地？又输了？不是，我妈脚脖子崴了，下不了地啊，想给她买点生漆片、生津红药啥的，捞个投资她不是给我。钱一文反复打量了一下二狗子，思考了片刻，果断拒绝。卖药材这2个钱儿，收药材还不够呢。哦，没事，我再找别人看看。等等，钱一文看懂了二狗子的心酸不是装的，从兜里拿出钱给二狗子递了过去。有了就抓紧还我这也是5马倒6羊的买卖，钱也紧。1文钱，这都是你卖药材挣的。有没有啥我能干的？我白帮工。赶紧买药去吧，硬伤还敢挺着？好，过2天我有了立马就给你。英子看到了钱一文和二狗子在门口，一张小脸瞬间耷拉了下来。钱一文，快过来帮我干活。来了。二狗子干啥来了？没事，路过。和你说啥了？放屁崩坑。英子疑惑地看了一眼二狗子的背影，着急地说道：你咋才回来？这钱哪上就供不上溜了。钱一文扫了一眼院里人群，他们手里提着的麻袋和筐，眼睛一亮，急匆匆把一沓子钱和单据都塞到英子手里，抄起大红纸跑屋里去了。院子里，英子看了一眼票，又把钱数了2遍，皱紧了眉头。这咋差10多块呢？四叔给他支的招，他这就算是灵活运用了，是不是二狗子一勾还，他又动心思了？10多块钱的本钱，这局可不小。二大爷把英子的表情和动作看在眼里，说了一句：想让屈不带屎味，可得让他离粪坑子远点。没过多久，钱一文出来了，着急忙慌地把红纸贴上了墙垛子。总算弄好了，相邻屯子的人还在，趁着人多把广告打出去，是正经事呀。这有新加了这么多样，钱小子起身不认字儿，你给念念呗。先等我一会儿。钱一文说完后，倒腾着小碎步向驴车跑去。这座上买卖咧，就是不一样，走道都有模有样的咧。你看人家那小波卖的。英子听了后，看了一眼手里的钱，又把笑憋了回去。爱好2分5一斤，从这2片干巴叶子往下都不要，要是带上了就得扣称了哈。小根算，不管大头小头都是5分钱1斤。婆婆颠连根带叶都要，不带土不带泥就行。4分5一斤，扁絮就是这个扁柱芽，3分1斤。秸秆都认识吧？就腌咸菜那玩意儿，1毛5一斤。哎呀妈呀，扁柱芽也是要啊！这玩意儿俺们家院里就能哗啦1麻袋。那你还不麻溜儿往家跑？你这一吵吵，一会你家院子里整
温饱的一院子人。七婶听了，猫起小腰，一溜烟往家里跑去。这会儿我家老头子把老母猪放出来，咔咔一顿造，一顿都能让他炫进去2毛钱。等钱一文给大家讲完了，回头一看，四叔已经把锅架到了锅台上，正在往锅里添水。哪整这么一口破锅？这得搭多少油才能炼出来？白给的，还挑拣啥？要是白捡的还重。爷俩正说着话，门外传来一声吆喝：“豆腐，新出锅的大豆腐！”钱一文皱眉思考了一下，突然转身奔向了院外。你站住，干啥去？钱一文见英子步子迈得太大，赶紧站那不敢动了。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这话说的没错。媳妇，我和豆腐酱说点啥，你放心吧，我不给你惹事儿。英子半信半疑，回屋拿了个搪瓷盆出来，也跟着来到了车跟前。不是哥说，这钱账不过小年的规矩，你钱小子也不是不知道。你这点豆腐账都过了1个整年了，李哥也算对你够意思了。李哥，100多斤黄豆没多少钱，就这几天，等周转开了我给你现钱，钱都压在收药上了。那我就再容你几天，你可得抓紧啊！一个曹坚定，一个卤水粥。李哥也是顶能过日子的人，挣点钱难，可不像你们玩桌上来得快去的也快。李哥，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准保不带拆设的。李哥，你的手艺绝了！英子，多捡几条，给李哥现钱。趁豆腐酱捡豆腐的功夫，钱一文问道：“李哥，你这一天得跑多少个屯子呀？3、4、5、6个吧，没准。最远能跑多远？不一定，青菜都下来的时候，豆腐不好卖。20里外的黑瞎子沟和3丈岭还去过呢。啥？黑瞎子沟和3丈岭，那可是真正的山里啊！交通闭塞，消息不灵通，老百姓是买啥啥贵，卖啥啥贱。李哥，咱俩合伙干点事儿呗。啥事？让我晚看钓鱼，我可坐不住。李哥，那些事儿我哪能找你？那干啥？李哥，你这天天在外边跑，回来就空车回来了，浪费资源，不如帮我在各个村里收点药材，我就按我收购价的5%给你，你看怎么样？5%，那就是卖给你100块钱的药材，我就能挣5块钱呗。你看看，要不说买卖人脑瓜活呢，100块钱的药材还不得装我一大车呀？能挣多少钱？李哥，你好好宣传宣传，挑桔梗、苍竹、黄芪、黄金和柴胡这种贵的收，这一圈赚下来划拉个3、4块钱还不更完事的？真要是一天能挣3、4块钱，那我还去糟蹋黑做豆腐干啥？我媳妇儿和毛驴子都让我给折腾的要死要活的，做一包豆腐也挣不几个钱儿，我试试吧。你试一下就知道了。李哥，那是价格，你拿笔抄下来1份。好，送走了豆腐酱，钱一文从车上拎起麻袋，神神秘秘地对英子说：“英子，你来。”英子随着钱一文也进了屋，见他正一样地从麻袋里往外掏东西。你这钱不对账啊，差多少？得差10多块多呢。啊，能不能是掏兜的时候窜出去了？英子没做声，一边看他往外拿东西，一边在心里估摸着价钱，开始了疯狂心算。哎呀，这老两口啥时候偷摸给我放里的？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上谁家了？看我老丈人去了，不行了。英子一愣神的功夫，一枚掐针轻柔地别在了他的头发上。买这么新鲜的，咋往出带？你又不老，怎么就不能带？钱一文摸了摸英子的肚子，等孩子生下来，咱还得往17、18了打扮呢。17、8瘦的样子还能回来了吗？儿子，你看看这是啥玩意儿？爸，偷了。没多一会儿，青蛙就不动了。小钱多拿一根小手指捅了捅青蛙的尾巴，青蛙向前挪了挪。没事，你拿过来，爸爸教你。等你爹再扑腾几天，给你买变形金刚，给你买七龙珠。你说的都是啥玩意儿？我忽悠他的，你别信。钱一文拿起那瓶罐头，对英子说道：“我给你起开，你俩一顿都吃了它。”二大爷和四叔在外边帮咱们干活，我们在屋里偷着吃东西，哪有你这样的？你叫二大爷和四叔进屋一起吃。二大爷和四叔被英子让到了屋里，一看钱一文正分罐头，转身就都出去了。给孩子留着吃吧。二大爷，他吃的日子在后头呢，你不吃，让我们咋能下得去这个口？好，我吃。二大爷夹了一块，眯起眼睛放进嘴里。这也太甜了吧！这得是放了多少糖啊？都哭得慌。他把273斤的药材放在铁锅里加工，得到42斤成品干货，拿着42斤干货卖了169块钱。刚回到家就把票和钱给了英子。今天这一车卖了多少钱？没卖多少，总得有个准数吧？没个正经，跟二大爷说话还找3不着4的。二大爷，你别听他的，今天卖了快70块钱了。啥玩意儿？二大爷，以后卖的钱得一天天见涨，你可别老是这么激动啊！再有个3场。破车嘴，啥都说。二大爷还能生我气咋的？二大爷是不是不生气？呐，我要是真有个3长2短的，看谁给你干活。四叔终于把锅刷了大概，走过来问钱一文：“这锅到底是谁家的？一看也不是啥正经过日子人家，整这个埋汰。”我老丈人家的。小兔崽子，你汪汪咋不早说？怕啥？骂亲家不是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吗？当着亲家母面咋闹都行，可这当着侄媳妇儿面说这个，这成啥叔公公了？哎呀，四叔，你还想
想当面呀？你个小崩牙子，看我不削死你！钱一文一句话还没说全，四叔顺手抄起扫帚，结结实实的拍在了钱一文脑袋上。英子听他不是好声叫唤，忙转过身来看，拍，让你长点记性，嘴上没个把门的。我咋听着是你先开的门呢？你这个不敢打，也不能打。英子，今天肉多，还有排骨，你领着孩子慢慢溜达着，把四婶也找来，我来做饭。行，你先把缸里的水打满，然后把给我妈买的那块肉竖到井里拔上，明天咱妈回来再吃。想到受了半辈子苦的妈，钱一文感激的看了英子一眼，能替我想着给妈留点好吃的，媳妇儿，你非常值得深入交往。去，别跟我这儿肉拿。晚饭很简单，一锅白米饭，一锅酱炖豆腐，一锅排骨。二大爷夹起一块排骨又来磕了，买这玩意儿吃，多亏得慌，吃一半扔一半。一边说一边捡起钱多扔在桌上的一块骨头，钱一文一把抢了过来，扔在了桌上。二大爷，这么多呢，你捡他那狗剩儿干啥？然后往二大爷碗里兑了几大块排骨。小孩牙子的嘴，又不埋汰。再说这还有肉呢，扔了怪可惜了的。你呀，就这命了，明天去接你吗？用不用我给你当司机？这一趟下来，我看这驴还挺老实的。那我可就不来了哈，地里有活儿。行，等我忙不过来再找四叔。明天打算几点走？天亮就走。这汪汪的，半夜就得给你起来喂驴，这跟给你家扛活差啥呀？不给钱还得搭钱。四叔，等我挣钱了，给你买个大电视。别的了，那玩意儿咱可享受不起，你能记着把那20块钱还我就行了。收拾完碗筷之后，英子坐在炕上，把那沓钱开始数起来。看样子这是不信任我呀，还查上我的账了。不是不信你，账对不上哪行？别等到时候差了钱，你再说我藏钱。藏就藏了，你还能给别人咋地？你今天咋想起来去我妈家了？自己老丈人家不去，难道还等着别人去孝敬啊？钱一文发现今天的被捂的和昨天一个格局，儿子还是在炕梢那头，看来自己睡炕头的地位算是保住了，近水楼台不必可请。媳妇儿，我看四叔刷完锅后添了一大锅的水，这会儿应该是不能凉，咱俩给儿子洗个澡吧，再睡觉吧。天刚蒙蒙亮，钱一文就准备出发。临走时，四叔还给他装了点拌好的草料。车不动的时候，就把这草袋子给他挂脖子上，别不是自己的驴就不知道心疼。昨天回来的时候，肚子都他坑了。昨天你也没给我带啊？你老丈人也是，光把你给喂了，也不说给驴一把草吃。他家又不是不养牲口，这点事儿就想不起来。你等我见着他面的，非好好刺挠他不可。你刺挠吧，两亲家的事我可不敢管。王维忠看着这一大车的麻袋，把钱一文都挤得坐到车辕子上去，暗暗惊奇。我在这供销社收了2年的草药，也没见过一个这么下力气的。一样一样的约完了秤，合计又卖了269块5。王哥，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到一会儿功夫，钱一文提着一堆东西回来，又给王哥来2盒恒大香烟。你看看你咋又整这事儿？王哥，我给你扔那儿了，我先回去了，明天见。赶到三姐家的时候正好晌午，纪兰凤在屋里一眼看到了儿子正在拴驴，急忙跑了出来。老儿子，你咋来了？手里掂着的一团稀溜溜的苞米面团子，一下子没控制住糊在了脚面上。哎呀妈呀，白瞎了！钱一文静静地看着眼前这张满是皱纹的脸，足有5秒钟。妈，我来接你回家。话刚出口，钱一文就在难忍俊眼泪，急忙转回身强自控制着，直到把泪水都擦干了为止，才转回身。英子咋样？大显怀了吧？扣儿都崩飞好几个了。你咋遭这样呢？这是干啥了？纪兰凤心疼了的摸了摸钱一文的脸的时候，三姐走了出来。有啥话快进屋说吧，大晌午头子的不晒得慌啊。三姐，我三姐夫呢？一天天也不着个家，老邢大哥家打井呢，又帮工去了。三姐一边说一边接过了钱一文手里的东西。你咋买这些东西？这得花多少钱？你哪来的钱？三姐，我挣的。干啥挣的？卖药才挣的。那也得省着点花，来我家还买啥东西啊？马上就又添人口了，哪都得用钱。三姐，给孩子买的，也没花几块钱。回到屋里，看着钱一文大口喝汤，纪兰凤恨不得手里拿着勺子给儿子随时添汤。吃了几口，钱一文起身下地，从纸包里扯出2根麻花，递给娘俩儿一人1根。你咋不拿1根呢？我馋大饼子都挺长时间了，今天我得多吃几个。见娘俩儿都没动，钱一文说道：你俩儿倒吃啊，我往平安送药的时候，每天中午都吃2根，都吃够的了。你天天往平安送药，那挣多少钱了？还真没往一块拢过，反正今天这一车是卖了269块5。卖那么多钱都是你自己采的？不是，就自己上山采了2-3天，以后就作价收了。我说的呢，卖200多块钱，那还不得把腰梁骨累折楼？打量了一下钱一文后，又说道：有了钱也别去玩儿了。看来三姐还是不信我真的改变了。也对，之前让老丈人拿大板锹打的3天没起炕那回，第4天不就下场了吗？我前一世真不是个好货呀。三姐自打收上药材以后就再没玩过，以后也不玩了。真的呀？那我老儿子可是真出息了。哎，都说多少回了，妈，你咋不吃呢？留着给孩子上学带吧，还差你这1根儿了。三姐拿起麻花往纪兰凤的碗里戳咕了几下，这回沾上汤了。妈，你总该吃了吧？
妈，三姐，今天来送药的人一定会比昨天更多，我带着妈先回去了，改天再来。去吧去吧，回去注意安全。一袋子土豆装上了车后，告别了三姐，早早拉着妈返程了。回到自家，满院子的药材和人来人往的相亲，让纪兰凤瞪大了眼睛。英子最先看到了纪兰凤，松开了钱多的手。快看，奶奶回来了！钱多站在那里，瞪大眼睛看着纪兰凤，连跑带颠的跑过来，抱起孙子，稀罕了起来。奶奶，你冷不冷？我给你呜呼呜呼手。哎，好几个月了，也难怪孩子眼生。纪兰凤颠达着钱多，满院子这瞅瞅那看看的，不一会儿就找着活了。这葱咋不赔上点土呢？风再抽几天，根子都露出来了。你瞅瞅这韭菜，也不知道挠挠土。一边说一边拿起了镐，左一下右一下的赔起拢来。你看看，就是不一样吧？到家就给儿子当上驴了。妈，你快歇一会儿吧，你听四叔又开始埋汰我了。长个破车嘴，就知道讲究人儿，有絮絮叨叨那功夫，帮你直赔拢不行？自个儿家的园子我都不伺候。一文钱带80来斤的药材卖了200来块钱，媳妇在对账的时候发现少了10块，想到二狗子一早就来院子里等钱一文，英子叹了口气：媳妇咋了？算账都不舒服。二狗子昨天来找你，也还没说明白呢，到底他找你干啥来了？啊，跟我借钱了。钱一文随后挠了挠头，把二狗子因为母亲脚脖子崴了来借钱的事说了一遍，听得英子眉头紧皱。不管是真的假的，你都少搭理这种人吧。好嘞，媳妇说啥咱就听啥。少贫嘴，去看看那些今天新收的小根蒜咋整吧。你不回来，四叔说不敢动。院子里，钱一文看到满院子的小根蒜陷入沉思，看到二大爷在一旁约着秤，四叔在给大锅烧着水。钱一文把事先称好了分量的小根蒜一起下锅，而纪兰凤看大家都在院子里，只有英子和孩子在屋里，扔了培地镐也跑回了屋里。英子，我听他说不出去耍了，能是真的吗？妈，收药这一摊子事儿，把他累得回来沾枕头就着，还哪有那心思？这是咋的了呢？随着婆婆的疑问，英子分别给婆婆一样的看东西。妈，这些都是他买的，就这块肉和这包槽子糕是他去看我爸妈时买的，我妈又偷着给放车上了。他还敢去看你爸？这虎玩意儿不要命了，也不怕让人家给撅出来。哎呀，不能够，我爸还留他吃饭了呢。给孩子留着吧，我吃这玩意儿干啥？还有挺多呢，孩子这2天好像都吃够了，不知道要了。这时钱多听到了，跑过来小手一扬：妈妈，奶奶，我要吃糖。纪兰凤赶紧接了糖，宠溺的喂给钱多，又四处看了一圈，叹了口气：这虎玩意儿咋就不知道惦记自己个儿呢？屋外一大锅煮的半透明的小根蒜，热气腾腾的被铺在了麻袋上。四叔瞅了一眼，阴阳怪气起来：买卖人都这样。咋了，四叔？收了半麻袋，都没说留几头晚上吃。四叔，那你不早说，啥好玩意儿，留几个不就完了吗？那可不行，出不来分量，还不得赖我。你能吃多少？你这还不至于抠到那程度吧？两个人正斗着嘴，却见二大爷从兜里掏出几头小根蒜。钱一文看去，这几头小根蒜个个都有鹌鹑蛋大小。哟呵，二大爷行啊，还知道留后手了。给黑心地主扛活，当长工的自己不长几个心眼，还不得饿死？二大爷拿着蒜朝着四叔举高了些，眯眼端详了一会儿，干啥没点算计能行？四叔一边摊开小根蒜，一边捡了个煮过的小根蒜递了过去。大哥，来一个这个吧，这个没了辣气，去边拉子去。屋里，钱一文小手一伸，嘴巴一咧，问英子要了10块钱后，转身就出门了。他说要，你就给他了，咋都不问问他要钱干啥？妈，挺大个人了，这点事不用经管，我要是问多了，好像信不着他似的。依我看，你还是把紧点，这钱最好别到他手，真要是又下场了，玩练了，你可就拽不回来了。妈，现在这个家里1分钱都得从他手里过一遍，他拽出几张去，咱们谁能知道啊？还不如就相信他一回。倒也是这么个理儿，这可咋整？钱一文倒背着手走在三合堡的正街上，路过刘忠家大门口，钱一文放缓了脚步，放眼望去，院子里一群人围成一圈，在那儿指指点点的，不知说着什么。钱一文正琢磨着，有2个人从身边走过，这可真是想钱想疯啊！猪肉才1块7、8一斤，他一个倒架子牛还卖2块钱一斤，可不咋的。我听说这牛去年冬天到他们家以后就没正经吃过草，瘦得跟个刀郎儿似的。那点碎肉都是从骨头上硬刮下来的，那肉指定的发柴，能好吃。嘿嘿，这牛要是没点老病根，人家能那么便宜卖给他？头年这2头牛牵回来的时候，那家伙把他给嘚瑟的，满大街吵吵，说又捡了个大便宜，这回好砸手里了。火汪汪改倒架子牛不吃草，难道再反感这俩也得去看看？溜溜达达走进了院子，瞄了一眼满手鲜红的刘忠，钱一文笑着打了声招呼：刘叔，杀牛了。这肉咋卖的？钱一文问的是肉，眼睛却盯着牛后头刚掏出没一会儿的下水。2块钱一斤，不赊账。钱一文眼瞅着有人拎了一块肉，屁都没放一个，抬脚就走了。这汪汪的哪是不赊账？这不就是说给我听的吗？窗台上摆着的不是账本，是你们老刘家家
谱吗？不能动气，不能动气，不能动气，气不顺，财运就不旺。现钱啊，没事，有钱，那我来2斤吧。2斤要哪块？刘叔，这类8条子咋卖？你想要的话，5斤给你算1斤肉。刘叔，你这刀法真是高啊，这刮的是一点肉都没有了，我拿回去有啥用？磨头子呀。刘忠听钱一文没一句正经嗑，干脆又去剔他的肉了。钱一文看火候到了，在牛尾巴后蹲了下来，或许是动作幅度有点大，钱一文一下子失去了重心，一只手扑在了牛胃上，旁边的牛肝一滚，露出了一副鼓胀胀的胆囊。刘叔，你这下水咋卖的？我妈牙口不好，这牛肠子、牛肚子要是呼吸烂的，正合适她吃。然哪有这么说话的？害你这下水，你到底要买啥？不买别在这耽误我功夫。你看你咋还急眼了呢？你要买也给你5斤折1斤肉钱，要不要？要了。刘叔，你给我把牛肚子翻了吧。钱一文终于等来了这句话，抻出那张大团结递了过去。刘忠一下子就被难住，心里犯了嘀咕：我要是给他折腾完这副老长老段儿，一手教黄腥臭的，给人家再去称肉，谁能乐意？不卖了，自个儿留着吃。钱一文也不搭话，转身就走。身后刘忠喊了一嗓子：要不估个嘚儿，你看着出个价，回去你自己收拾去吧。悬着的心放下了。这玩意儿咋估啊？也不知道翻肠子倒肚子这活我二大爷会不会？有啥难的？长手的就会。刘叔，你出个价吧。这一堆破烂东西，收拾利索也出不了多少干净东西，还挺费工。给5块钱，你拿走。啥玩意儿？刘叔，这点破下水要我5块钱，你这也太黑了吧？还得我自己收拾，我帮你干活，你怎么这也得给我留点工钱吧？那你说多少钱？顶多3块、4块。刘叔，你要是诚心卖，我再给你添5毛钱，要是不行可就拉倒了。你拿走吧。拿着刘忠找回的6块5毛钱，钱一文又朝牛棚看了2眼。6块5还够买2回的。你说啥玩意儿？这不是盼着我的牛死光吗？没事没事，我说我得赶紧回去了。刚出院门，正把下水放下来歇气儿的时候，迎面碰上了3湾子和王胜利。哟，一文钱，今儿咋有空来我家串门了呢？进去再做会员。不了，还得回家分成倒顿去呢。咋不买点肉呢？这玩意儿腥臊臭的，咋能吃得下去？我儿子都不吃。哪有那闲钱吃肉啊？能吃上一口下水就不错了。王胜利一只油亮的公文包夹进腋窝下，一只手捂住了口鼻，向后退了2步。再退1步，后边就往往的是壕沟了。一边想，一边拎着这包散发着浓烈气味的下水，又往那边挪了挪。3湾子眼珠子咕噜噜一转，今天一趟就卖了小300块钱，还说没钱，跟我哭那穷玩干啥？我又不借你的呀！3湾子，那是269，哪有小300？4舍5入嘛，4舍5入。3湾子，你这数学是体育老师他姥姥教的呀？光听说6厘钱可以入成1分，还头回听说60可以入成100的呢。照你这么说，那1.69亿是不是能说成2亿了？王胜利听了一脸鄙夷的看了钱一文一眼，好大的口气！这是你那的层面上的量级单位吗？当下又向后退了2步。哎呀！一文钱用3块5买了块千斤牛黄，随后回家的路上就被3湾子拦住，袋子里的异味熏得王胜利原地托马斯旋转，掉坑里了。3湾子，你领导掉沟里了，你倒是搭把手啊！你这群众当的可是不及格呀！你。不理3湾子2人，钱一文一路小跑跑回家，刚到家门口就看见英子在大门外张望。钱一文把手上东西一放，对英子说道：快回去叫4叔来，我整不动了。我跟你抬吧。你不行，快回去叫4叔来。随着4叔把袋子拿到了屋里放下，地上一堆牛下水，把纪兰凤看得直皱眉。买这玩意儿干啥？你小子这又是给我找活干的。钱一文点了点头，拿手捏了下牛胆，抬头对几个人安排了活。别愣着了，干吧！你4叔不是说了吗？干活不有动，累死也无功，让干啥就干吧。一家人在钱一文的调动下开始忙活起来。钱一文从牛肝上慢慢的把牛胆分出来，一副牛胆在2盆清水里涮了几次。看着这么大的牛胆，四婶就不禁感慨：难怪这牛前2天把老孙头他孙子给顶了，原来这么大的胆子。随后钱一文拿大马针扎破了牛胆，用小刀把胆皮豁开了一点，2粒小石头样的东西从里面滚了出来。牛黄。听人说这玩意儿不是长在牛肚子里吗？咋跑苦胆上来了呢？牛肚子是装饰的，哪能出这么好的东西？好好看你的得了，别老瞎巴巴。四婶刚要发作，四叔赶忙说道：别说话，做手术呢。此时的钱一文正在小心地从胆囊里往外挤着牛黄，又一颗鸭蛋大小的牛黄带着几颗小牛黄陆续滚了出来。钱一文内心一阵狂喜，这是上天看我重生不易，接连我的妻儿老母给我们送钱来了吗？媳妇儿，这个你先给4叔。这是在左下角领的吧？我也刚领了台苹果。左下角活动我知道，我去怎么显示没有库存了？没事，妈，我来解决。是些魔机厂商吗？能不能再给我们安排一波库存，都要1TB 大内存的？目前苹果15 Pro Max 的库存管够，但是华为 Mate 60只有2000台了。一起加上吧，必须保证人人都有机会领到。好的，已添加，现在去左下角下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快看，这次领取界面还是滑动的，想领哪台自己选。而且这次左下角设定成了候补链接，持续7天，每天都有100个候补名额，没货立马补。我这就和你4叔去下。
随后钱一文又一颗颗的把牛黄逐粒包好，裹进了包袱皮里，交给了英子。媳妇儿，放到阴凉地方，千万保管好。这好像得有1斤多大，能值多少钱啊？这东西质地轻，干了就没那么大的分量了，价值嘛，可比黄金都值钱。妈，一会儿你8成得吃点苦。哎，白汪汪的从小疼到大，值钱玩意儿给媳妇了，吃啥苦？咋吃？与此同时，王胜利和刘忠打招呼的时候发现了不对劲。大姑父，这耕地的大牲口怎么还杀了呢？一口草也不正经吃，光滋溜喝水，5更半夜哞哞不是好生的叫话，叫的这个烦人，还老拿脑袋比划人，一来气就让我给宰了。这怎么和我畜牧的同学说的牛黄特征一样的？大姑父，牛胆在哪儿呢？我看看。钱小子买下时都让他一块包走了。大姑父，你咋让他给拿走了呢？那牛胆里好像有牛黄。你咋知道的？我听别人说的，半夜叫唤，不吃草光喝水，眼珠子还发红，这样的牛十有8九是长了牛黄。这可咋整？都卖出去了呀，还能找人家要回来吗？别着急，我来想想办法。老弟，你和我去他家一趟。三湾子带着王胜利来到钱家的时候，一家人正其乐融融的饭桌闲聊。哎呀，王领导来了，你看看，领导来了，我这连盒烟都没有，也没啥可招待的。领导同志可别挑我们的不是啊。不用客气了，刚掐完。领导都是无事不下乡，王领导来我家是有事吧？我很幸福，我很幸福啊。这不是我妈病了吗？老中医给了一个偏方，得用牛肝和牛胆。听说大姑父杀牛了，我就急3火4的跑来了，到了才知道被你给买走了啊！对上号了，果然来找牛黄的。且看这小子肠子有没有3湾子完了吧？我寻思着看你能不能匀给我1片干叶子，再把那苦胆给我。你刚才花的钱我给你出1半。行啊，领导就是领导，和咱们老百姓真是心连心呐，这可真是一点老百姓的便宜都不占啊。钱一文说完就下地抄起刀来，一叶牛肝切下，剩下的顺手递给英子。媳妇儿，烧点水，连牛心一起糊上。王领导，就是这胆不全乎了，没啥影响吧？咋不全乎了？你弄破了。我妈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人家说胆汁能治，我就把胆捅了个窟窿，给她挤点胆汁，泡了点酒。于是纪兰凤端起碗，强忍着各种的味儿喝了一大口。这老儿子可真是汪汪亲生的呀！王胜利的慌乱被钱一文尽收眼底，拿手朝着地上一指：“王领导，这牛病的可真是不轻，胆里全是硬块子，贼硬的，使挺大劲儿才碾碎。”看了看地上的黄面子，一颗心疼了的稀碎。王同志，胆在柜盖上呢，你自己拿吧。我有这么大的牛胆，怕是一个2大碗装不下，发财了。王胜利痛快的掏1张2块的给钱一文。王领导，给我1块7毛5就行了，这么大张的我也找不开啊，要不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这点玩意儿值不了多少钱，就算了吧。那可不行，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可是我们坚持了多少年的光荣传统，你可不能让我犯错误啊！可这几毛钱的事儿就算了吧，就当我们之间联络一下阶级感情了。这哪好意思呀？钱一文站在门里，虚情假意送走了2人。王领导，要不你俩喝点酒再走？不了，谢谢钱同志。汪汪的，哪有进门时不往桌子上让？人家都要走了才想起客气的。3湾子，我酒瓶子落你们家帐子上了，帮我经管着呀，我明天去拿。回到桌边，一家人相视过后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哎呀妈呀，我侄儿可是笑死我了！1片干叶子加1个假苦胆，硬是换回2块钱来。这一大堆下水，花了1块5毛钱，快赶上土豆子价了。一个破玻璃瓶子还得给要回来，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咋的？我的东西我凭啥给他？毛都不能给他？拍腿！哎呀，忘了说大碗的事儿了。一个玻璃瓶子就别要了，咱这便宜占得够足的了。媳妇儿，可不是我占他便宜，是他们不识货。真要是别人家的便宜，我还不一定下得去眼占呢。当年他们坑我的时候，手软了吗？冲刘忠那狗来看，跑不了他卖切糕的。电影片子的事儿，就算是我冤枉他的，那房子呢？我一看见那房子就生气，你让他给我等着，迟早有一天我姓钱的还得住回去。有种！钱小子搬家那天，二大爷给你打锣放炮。二大爷，你且等着吧，指定不让你失望。二大爷这辈子能跟着你风光一回，也算值了。周一个，我看你从牛肚子里掏出来的那些玩意儿，好像和苦胆里的牛黄也没啥两样，咋那个就不是呢？二大爷看着一样，那成分可差太多了。胃里的是牛舔毛的时候吃进去的毛团子，消化不掉又排不出去，时间长了就形成结石了。要不然我能给他？你小子也是够坏的了，再坏能坏过刘忠和3湾子去吗？这时纪兰凤把酒碗往钱一文面前一放，给你，你汪汪的也尝尝这玩意儿啥味儿。钱一文尝了一口，咧咧嘴，妈，这碗挺好，味儿好，那这半碗你都喝了吧？妈，我好像喝不了这么多。喝啥还不是喝呢？还管病？要不是为了陪你们俩，我平时一口都不喝了。真的吗？他真不喝酒了？行，我喝。你要是能再把酒给戒了，2碗我也喝。钱一文的心一阵紧缩，低头说道：妈，胆汁这东西对你的眼睛有好处，但就是不能多喝，有毒性。好，那我更该喝了。英子低头琢磨了一会儿，突然抬头问道：你啥时候懂这么多的？在省里学习放电影的时候听别人说的。今天这事儿就咱们自己家人知道，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了。四婶正努力地啃着排骨，四叔用手指轻轻捅了捅四婶道：喂，别忙活了，你侄儿小子说你呢？说我啥？
他把牛黄从牛胆里挖出来，随后又把胃结石装了进去。刚装好就来了2位不速之客，2块钱卖了牛结石。心术不正的2人提着假牛黄哼着小曲回到家，刚一进门，刘忠放下菜刀迎了出来。真拿回来了，你小子可真有能耐，咋办到的？大姑父，一个乡下小子能见过多大的世面？我要是晚去一会儿，这点好东西都得让他给糟践没了。三湾子神采飞扬地讲着这场智斗的过程，刘忠边听边不时竖起大拇指。王胜利在美滋滋地把胆囊中的牛黄倒进水里洗了几遍。刘忠看着那10几颗大大小小的颗粒，笑得合不拢嘴。这么多，这得值多少钱啊？我去年在县里学习的时候，听他们说这东西1克就是80多块钱了，而且1年能长好几回价呢。1、2、3、15，妈呀，这点玩意就值1450。大姑父，是1克，不是1颗，2克，这还不得有2斤呢？那可就是1000克了。这么多的钱，都快抵上三合堡1年的公粮款了。哥，这玩意得上哪儿卖去啊？先别着急，等我找个懂行的人，先点估个价再说。三湾子眼瞅着刘忠把牛黄包好，咽了口唾沫。告诉你话，少打这点玩意儿的主意，不到啃劲儿的时候不能动。酒桌上，三湾子趁着刘忠喝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提起了收药材的事情。王胜利见刘忠态度坚决拒绝，开始调整话题的高度。大姑父，保住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挺好，这终归也是为团里做贡献。再说有我爸在供销社坐镇，还能亏了我弟吗？胜利呀，我就怕他3分钟热情过了这个劲儿又不着调了。上回我给他找那个粮库打更的活儿多好，还给发衣服呢，他干长了吗？爸呀，你看看你给我找那工作，哪有20多岁去给人家打更的呀？汗啥汗，顶多混3年就能转正了，这年头干啥能比端上铁饭碗强？那你咋不去？我去了，这大队领导谁能干得了？三合堡能离得开我吗？见爷俩火药味越来越浓，王胜利提起话岔解了围。大姑父，你知道这收药材的力有多大吗？上山挖药的事儿，小时候也没少干，一天累死累活的，也卖不了几个钱。大姑父，你错了，来之前我特意问我爸了，那个姓钱的他是收了尸的之后，加工过后再卖力可都快翻一番了。真有那么大的力？听我爸说，光今天他就卖了小300块钱。爸，1文钱全家扣遍了，也不见得能拿出5块钱来，可就这几天的功夫，就能让他给折腾成这样。你本想也应该能知道是咋回事吧？人家老钱家好歹也一大家子人呢，他没钱，别人就不能借给他点底子钱吗？爸呀，就老钱家那几头半蒜，谁能给他拿出钱来做买卖？大姑父，我看好他这个事儿，你不妨让他一试，干好了就当事业，干不好也不搭傻，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年轻人有点干事业的积极性是好事儿，你不支持可以，但也不能打击吧。刘忠虽然心眼里反对，但是思考了一番之后说道：这是我看在胜利的份上，我可告诉你，你可别指着我给你拿钱，最多我能给你出50块。大姑父，那就这么定了，如果周转不开，我来帮他想办法，我来监督他，你就放心吧，大姑父。翌日，钱一文搬药材的时候，纪兰凤非要跟着去。三嫂，我看你就别去了，本来这一大车都够驴呛了，还得拉你这100多斤墩子，感情不是你的驴，你倒是不用心疼。就知道心疼你那犟驴，我跟后边跑，行了吧？四叔，我妈陪我多好呀，有我妈陪在身边，这不就是替最幸福的日子吗？行吧行吧，你赶车的时候慢点，再给你妈电罢了。好嘞，四叔你放心吧。供销社院外，钱一文老远看到王胜利和三湾子正和王维忠说着话，便把驴车停在了墙边。纪兰凤看着儿子丝毫没有进院的意思，大声问道：就剩这么2胯子远了，咋不走了呢？磨磨唧唧的，等着敲锣打鼓出来接你呀！钱一文赶忙示意老妈不要出声，只是纪兰凤这一嗓子早被三湾子给听去了，从供销社的后门溜进了供销社的屋里。妈，王胜利他爸你认识吗？好像是见过，记不准了。妈，那一会儿你就假装不认识就行。进了院，钱一文笑呵呵打上了招呼：王哥，今天精神不错呀，这一身蓝迪卡，老远一瞅跟刚才进屋那2个小青年似的。老干棒子了，哪还能和年轻人比？今天又没少拉呀，把前2天收的都给拉来了，家里都空了。王维忠瞥了一眼钱一文，略一沉吟后说道：空了，可得抓紧收啊。刚才几个人的对话，钱一文隐约听到了几句，也看到了三湾子手里攥着的价格表，他什么都明白了。如今看到王维忠对自己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还督促自己努力，不禁感激地朝他望了一眼。大哥是个实惠人，能处。一番忙碌下来，又卖了319块4毛钱。看着儿子接过一沓钱时，纪兰凤美滋滋地看着，300多块钱，这要是搁在以前，一家人大半年的工分啊！妈，你拿这10块钱去供销社，花不完别回来。扫了一眼院里多出来的人手，钱一文有一搭没一搭的对王维忠说道：王哥，马上月底了，这都忙起来了哈。可不咋地，又分等又装袋子的，折腾死个人了。这啥急，慢慢来呗，弄不完还有下个月呢。那可不行，后天县里的大车就来了，交货的时候里一半外一半的，又得挨批评了。王哥，用不用我帮啥忙？快忙你的吧，趁这几天多收点，再过些日子等叶子展开了，好了江气就扣不住秤了。钱一文又是
一阵感动。要说王维忠这人心眼是真不坏，自己亲外甥也要干这行，他还能给自己支招，不容易啊。王哥，我那儿开始收黄芪了，我看别的药材都没有备注，就黄芪的后边一堆的备注，还让暗等捆成小把。黄芪的要求怎么这么高呢？药材好，用量大呗。你看看，听县药材公司的李同志说这玩意儿能提气，我这不也泡了点？他说什么人到中年不得已，茶水杯里泡黄芪，也不知道能不能管点事儿。王哥，这东西最好拿秘制一下，炒它焦黄的才好。我哪会那个呀？王哥，下回来我给你带点。你刚才说的县药材公司的李同志，就是每个月来验制提货的吧？对，就是他。王维忠寻思了一下，用不用？用不用我给你介绍介绍。王哥，不用了，隔着锅台，咱不上炕。哪有那么多讲究，都是给公家干活。正说着话，纪兰凤连拖带拽的带着一大堆东西回来了。妈，你这买的都是些啥呀？怎么一点吃的都没买呢？这不是吃的吗？要说这过日子啊，还得是岁数大的人，这些东西哪样不是过日子正用的？王哥，你帮我瞅着点车，别让小孩往前凑，我一会儿就回来。随后就拽着纪兰凤向供销社前屋走去。刚才那些东西花了多少钱？可是没少花，花了4块多呢。纪兰凤掏出零碎的钱递给了钱一文，给你。妈，你留着吧。说着话，又从兜里拽出一张5块递给纪兰凤。这个你也拿着。我要这么多钱有啥用？你收药材还得用呢。妈，再着急用还差这点吗？你拿着吧。不行不行，你就算是想给我压兜，也得当着英子面给，这成啥了？好吧，妈，看不出来你还挺在意家族危机管理的。啥？没有。赶着毛驴车从平安回来的时候，还没进村，母子俩就听见大广播喇叭里传出刘忠的声音：老少爷们们，注意了哈，说个事儿。他每骑驴车去一趟大院就会净挣267块钱，引得3湾子的口水就流满一盆。正好这天表哥看见地上有5大盆口水，俩人一拍即合，一文钱的竞争对手上线。好巧不巧，一文钱回家路上时就听到广播，为了响应上级号召，向青山药材赋平安镇供销社土产部委托刘宝柱在三河堡设置了地产药材唯一收购点，全都现金支付，不扣秤不压价。听刘忠在广播里一遍遍地重复着收购价格，钱一文忍不住想笑，这作业抄的未免太明显，不光价格一样，就连排序都和他的广告一模一样。老儿子他们家也收药材了，这可咋整？妈，不用着急，钱又不是咱一家挣的，心你收还不嫌人家收了？咋能不着急？争嘴的买卖不好做了呀，那你能抢过人家吗？妈，你就放心吧，我嘴快还不怕烫，他抢不过我。自家小院还是那么热闹，二大爷正在给李豆腐酱约秤，英子在旁边等着付钱。四叔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根蒜到净锅里，焯到半透明，捞出来晒在破炕席上。见钱一文回来了，英子急匆匆走了过来，大喇叭里喊的，你听着了吗？听见了，这汪汪的就是看人家拉屎屁。瞟了一眼一院子的人，二大爷硬生生把下半句给憋回去。咱们该干啥干啥，不用怕他，他影响不着咱们。李豆腐酱拿到了钱，一算计，除去本钱挣了1块6毛5。这买卖还真是可以呀，而且这才刚放出风去，大家都还不知道呢。这要是传开了，那还不得天天满载。李哥，感觉怎么样？有涨损吗？万事开头难，现在还看不出啥来。等以后扑腾开了，就算拉最便宜的苦参，一个月50-60块的收入肯定没问题。要是真能那样，我还做豆腐干啥？李哥，今天你挣的少，兄弟请你炖酒给你补上。最近村里信号差，咱们拿着手机联系连接卫星，不怕没信号。这不是华为Mate 60吗？这么贵的手机就这么给我了？对呀，你要喜欢也可以去左下角免费领一台。难怪最近这么多同样的快递都是左下角领的手机呀。对呀，左下角新增了不限量华为Mate 60和8000台苹果15做专属福利，村里不少人都领到了，还1TB顶配呢。有这好事不跟我说呀？证实了再告诉你嘛，而且现在登录就有68，挂机3-4天还有999呢。但早试过了没抢到呀？没找对地方吧？我左下角是官方认证的，只要从左下角进去，看不到领取界面直接卸载。还真是，后续要拉人助力吗？什么年代了还搞那套？休息放一旁挂机，完成任务苹果华为随便选。好嘞。饭桌上，钱一文一边倒酒一边问道：李哥，黑匣子沟那边亲戚多吗？多，而且再往东山里走，三张岭那边更偏僻。好，李哥，这买卖得先往里投钱，钱少了倒腾不开。待会儿走的时候给你拿上100块钱，掌柜的别忘了给李哥拿钱。英子抿嘴一笑，马上开始点钱。这个称呼咋听得那么顺耳？能用了那么多钱吗？李哥，收2天你就知道了，这100块钱未必够用，以后有倒腾不开的时候你就说话。中，那我拿上。李豆腐酱点了点，把钱小心揣进兜里。太偏远的地方收购价你自己定，大老远的还不得多给毛驴子多添2捧料。自己盘算了一路的事儿，正不知道该如何张这个嘴呢，他怎么就抢着给说了呢？但有一样，价格也别压得太低。山里虽然消息不灵通，但总是会有人往出跑的。明白明白。李哥，你就好好整着吧，说不定以后你就真不用做豆腐了呢。那可不中，整个三河堡就这么一个好豆腐酱子，他不做豆腐咱们吃啥？你就惦记着吃豆腐，钱挣多了天天给你买牛下水吃，不好吗？啥好东西常吃还能没够？再说刘忠家一共才几头牛，还能天
天天给你死咋地。提到了刘忠，李豆腐酱说道：“我听说他家也收上药材了。今天开始收的。李哥，他们家要是给价高，你卖给他家也行。兄弟，我没话说。我汪汪的乐他，有那闲功夫，我还给毛驴子梳梳毛呢。”刘忠和三湾子在三河堡可真是没法说。你看，苹果15这么快就发货了，我以为得好几天呢。我验证过的左下角肯定又快又靠谱。豆腐酱走后，钱一文开始在心里算计起来。三湾子的优势可比我足，自己家在村东头，三湾子家在村子中间，整个西半结界的人如果想来他家，必得从三湾子家门口过。不行，不能坐以待毙。四叔，明天给我干点活呗。你看你这话说的，四叔哪天没帮咱们干活？嘿嘿，明天让四叔干的活不太一样。啥活儿？四叔，明天你带上镐，帮我挖点羊蹄叶子。那玩意儿也是药材？是药材，叫土大黄。那你咋不收？非让我去采干啥？四叔，钱一文刚要说明原委，四神打断了他：“让你挖，你就赶紧进山得了，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挖那玩意儿还用进山？房前屋后不就有的是吗？”四叔，别管哪儿的，挖上个几斤就行，记得带点叶子回来。晚上的时候，钱一文趴在炕上和英子数着钱，除去这几天收药材压进去的，再去掉给李豆腐酱子那100块底子钱，还剩下200多，这还能倒腾开了吗？这还倒腾不开？明天不是还有一大车吗？妈，明天你还跟不跟我去了？我可不去了，去了没别的事儿，就是个花钱。你不去，我不是也照样花？好歹不亲眼看着你一张张的往出抻，不心疼？看来老太太选择了采用眼不见心不烦的消极战术了。钱一文照例又往平安送了一趟药材，回来时在壕沟帮子上撒了泡尿，顺手扯了几根羊蹄叶，半遮半掩的装进了麻袋里，然后也没急着回家，把车停在了三湾子大门口，朝院里瞄了2眼。钱一文笑了：“三湾子就是三湾子，还真的挺会把王八秤很有讲究的摆在大门口，没事的时候就往秤旁边一在外，大门外的情况一目了然，有拎着药材从门口过的，他一打招呼，谁还好意思再往前走？”一边在大门桩子上拴着驴，钱一文一边打了声招呼：“三哥，没少收啊。”才开始也没收多少，1文钱，你不养牛不养马的，还会洗练马口呢。我四叔怕我把驴勒死先教我的，他说养个大牲口不易，说没就没一个，那不得心疼死。三湾子气得使劲白了他一眼：“我家4头牛，看样子够他乐呵1年的了。”三哥，你这黄芪怎么不绑起来呢？刚收上来就绑，都没干呢。这玩意儿就得趁势绑，等干透了一掰就断了。再说干透了那得掉多少分量啊？这什么情况？他会这么好心地点我，我舅舅都没他这么上心。这汪汪的准是来给我下套来了，那缺德二事咱可干不出来。好吧，你是正派人，你收的黄芪可真纯哈。临走时，钱一文拿鞭杆子扒拉了一下那堆黄芪，一根插样的都没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更何况钱一文车上有几根羊蹄叶根子，三湾子可是看得真真的。舅舅给自己的收购表里也没这玩意儿呀，他扔这东西干啥？这玩意儿叶子像菠菜，根子咋瞅着这么眼熟？不行，还得上他家看看去。钱一文走了之后，他把帮工的于德水叫了过来，一会儿你拿点药材上老钱家卖去。大哥，那是图啥呢？让你去你就去得了，看看他们家的黄芪怎么打地捆，里面有没有这玩意儿。明白了哥，我这就去。拿着瞅吧，把事办明白点。他在壕沟前嘘了个嘘，转身蹲下薅了一把叶子，只因新鲜的羊蹄叶比黄芪外貌相同，只多了几片叶，而采药难度却是一个用挖一个顺手可摘。而这一切刚好被三湾子看在眼里，眼珠子一转，同样在茅楼旁边薅了一把羊蹄叶，混在了黄芪中间。嘿嘿，只要做到和钱一文一样巧妙，不就没人看出来了吗？与此同时，钱一文又来平安了。想到今天是县药材公司来拉药材的日子，全面放开后，药材公司就会被雨后春笋般的个体户给彻底倒塌。钱一文叹了口气，虽然我和王维忠说过隔着锅台不胜炕，但是三湾子毕竟是他亲外甥，自打三湾子收上药材之后，王哥还算是自己人了吗？然后先是提着2大包东西去了平安镇唯一的饭店，又扭头钻进供销社，把身上的帆布挎包装满了。按前世的经验来讲，想结束一趟往返于三河堡和平安之间的小打小闹，必须得尽早找到更可靠的途径。王维忠见了钱一文，立马换了张笑脸，打了声招呼：“今天来的挺早啊，王哥，今天来镇上办点事儿，一会儿要请人吃饭，就早走了一会。”一边闲聊，钱一文竟然把一袋子黄芪倒在地上，开始捆起把来。王维忠见了，不免奇怪：“兄弟，你这咋还把战场摆到我门口了呢？”这老娘们儿干啥不行，吃啥不剩，让他帮着装个车，把一袋子没捆的给我装上了。谁在说我？英子怎么了？我没事，可能是着凉了吧。你得注意点啊，这么大肚子估计也快生了。这边王维忠抬手看了看表，那你得手脚麻利点，以往李长风李股长中午之前就到了。没事，我也不指着县里的人给我钱，我就认你王哥。好，那你慢慢绑吧。王维忠并不知道，这都是钱一文有意为之，没这半袋子需要绑扎的黄芪，他怎么好一直赖在这儿？怎么能等到县药材公司的人磨蹭到快10点了？终于听到了一阵轰鸣声，一辆大东风开进了院子，车子刚停稳
就下来了2个人。老王，这个月有多少啊？李同志，从账上看得有快2000斤了。先让小孙验验着吧，这个月怎么突然这么多？听到2个人的对话，钱一文突然心头一动，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抬头看去，瞬间石化。这哪里是什么李长风，分明就是自己前世收药材认识的齐大雄吗？前世齐大雄是个能人，靠着从深山里往外倒腾野生的熊掌，陆荣发了财。但在一次交易时，刚接过钱就被森林6扇门给堵了个正着。齐大雄玩了命的跑出去7、8里，眼看着就要钻进密林，森林6扇门只好开枪，一枪打在了他的胯骨上，落了个残疾不说，还因为事儿有点大，关了个12年半。一边回想，钱一文一边又偷瞄了几眼。齐大雄，李长风，从精神面貌上看，齐大雄想必是已经发财了，连姓名都有备用的，能不富足吗？王维忠和小孙进了库房，姓李的齐大雄溜溜达达在院子里转悠开了，站在分等的那堆人跟前看了几眼，又转向了钱一文这边。这个人好奇怪，干着一样的活儿，他怎么还跑到一边了呢？李长风看了2眼钱一文绑好的黄旗，笑了笑，难怪自己一个人自边，原来是个高工，绑的这些可都是一等货。李长风掏出一根烟，随口问了一句：“同志，有火吗？”钱一文站起身来，划着了火柴帮他点了烟，来一根。同志，我不会抽烟。这倒奇怪了，不抽烟还揣着火。这是小生意人的职业素养。李长风蹲下身来，拿起了一捆黄旗。小同志，你这活儿干的也太细点了吧？要求在那儿摆着呢，哪敢有半点马虎？远远的，小孙喊了一嗓子：“李股长，查完了，没有问题，现在就装吗？”装吧。李长风一边往库房走，一边嘀咕着：“这么多，又够忙活一阵子的了。”李股长，我帮你们装吧。你干你的活儿吧，挣着供销社的钱，帮我干活儿算咋回事？没事，人多力量大。李长风又要说话时，钱一文已经钻进了仓库。李长风抄起了账本，指了指钱一文的背影：“老王，这小伙子还挺会来事的，是正式的还是雇的？”你说小钱，他不是我们社的，是来卖药材的。这么说来，何止是会来事儿，正经会来事儿呢？王哥，正好赶上晌午了，你也不说留人家吃点饭。这小子是咋想的呢？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供销社可没有留人吃饭这规矩，难道你让我自己掏钱请客？李长风把王维忠的表情看在了眼里，赶忙说道：“吃啥饭？车里有吃的，干粮饼子的对付一口就行了。”李同志，你要是不嫌弃，我请你喝酒吧。李长风被搞得一愣：“不用，你帮我们干活儿，还请我们吃饭，哪有这个道理？”李同志，我也不是专门请你，本来我今天是定好了要请别人吃饭的，可他突然间有急事下乡去了，我从家里带的鸡和肥肠早上就交给饭店了，现在也没法退了，你们就当帮我个忙，不然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那么多东西。李长风和王维忠相互对视了一下，头回听说还有人提这种无理要求，这也太过分了吧？赶上了就去吧，一顿饭不算个事儿。4个人在供销社对面的饭店落座，看到钱一文从斜挎着的帆布包里掏出烟和酒来，王维忠才明白过味来，这哪是碰巧赶上的，分明就是一场早就设好的局。一个溜肥肠，一个大拼盘，一大盆土豆干宽粉条炖笨鸡，再来个凉菜。李长风盯着服务员的脸还有桌子上的菜看了2眼，还真都是自己喜欢的类型。这小子手笔挺大呀，他这一顿连烟带酒的，一张大团结肯定是打发不住了。钱一文拆开一盒长枝山海，站起身来逐个发烟，简单吃点就行，你怎么点这么多菜，破费了。那2个硬菜是我带来的，凉菜是赠送的，等于咱就点了一个拼盘，破费啥？李长风笑了笑，没说什么。本子上写下的价格足可证明他的肥肠和小鸡绝不是从家里带来的，自己带了肥肠还收人家1.2块，这饭店是不想干了。看破不说破，反正已经坐上桌了，见招拆招吧。小伙子，贵姓？免贵姓钱，钱一文。我叫李长风，听老王说你在下边收药材。几位都是我的领导，以后得多照应着我点。说着话，钱一文摆开了酒杯，分别斟满。照应啥呀？那点东西都在明面上摆着呢，真正值钱的东西早货还没了。我刚才看你分等的时候很专业，专门研究过吧？哪有，就是不想给大伙添麻烦而已。王哥这么照顾我，我再给王哥捅了篓子，那也太不是人了。这小伙子干啥心挺细，还仁义，你有啥门道就多教教他。李长风默默点头，心中的疑惑和王维忠的话重合在一起，他有点明白了。随之李长风的话匣子也打开，和钱一文说了很多专业的东西。初次见面说的都是些表面的东西啊，看来还得喝呀。2轮下来，3个人把1瓶高咸老水给喝光了。到点了，得上班去了，你们慢慢喝吧。王维忠走了之后，钱一文变戏法似的又掏出了1瓶，李长风赶忙阻止：“兄弟，大中午的可不能再喝了，喝得迷迷瞪瞪的，让单位里的人看见了不好。”没事，李哥，又不用你开车，回去的路上睡一觉，到家就醒了。李股长，我看咱药材公司的收购单上
收的都是些大陆货，怎么没有细货呢？这是到时候了，该说正经话了。小子有点来头，还知道细货。李长风有意试探，琢磨了一下，你说山上跑的还是土里埋的？山上跑的都罩起来了，土里埋的也都挖的差不多了。现在这时候想弄点像样的东西难喽。听李股长的意思，好像是戴着皮帽子找物了呢。这小子还是行内的人，这些话不是行内的人根本就听不懂。想了想，李长风转头对小孙说道：“小孙，你先回车里眯一会儿吧，要不一会开车又该犯困了。”小孙走后，李长风向前探了探身子：“你有路子？山里有几个把头，和我父辈熟。那山上跑的呢？那就得慢慢碰了。”钱一文有意进一步引起李长风的重视，神神秘秘地问道：“不知道李股长走的是刘瘸子这条线，还是走的王炳春那条线？”他是怎么知道的？一句话让一个男人买了一文钱4000金黄旗。不知道李股长走的是刘瘸子这条线，还是走的王炳春那条线？他是怎么知道的？想了想，李长风点了点头，都走。李股长，现在南边的市场已经放开了，也不一定非得干那些玄事儿，把大陆货好好经营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进项。靠这些草根子能捞出多少油水而来？白扯！这就得看怎么经营了。如果光靠着一个人去收，就算让你一斤挣几毛钱，也难发大财。那倒是。如果李股长这边能把路子踩实了，想要多少只管说话，拢货的事儿我可以全包。如果我要4000金黄旗，你能帮我收上来吗？2吨没问题，可我本钱少，你得容我分几批交货。好，要是老客看好了咱的货，让他给你垫点钱都没事。李哥，那这价钱比公家的收购价多这个数。李长风一边说，一边伸出了3根手指。钱一文点了点头，他拿了2毛，给我3毛，不算太黑。李哥，这4000金黄旗你让我多久交期？不急，只要你能按着今天分等时那个认真劲儿把质量管好了，时间长点也能等1个半月吧，差不多。那太好了，像黄金、苍竹这些稍贵点的你也可以收，我都给你往上挑几毛钱。李哥，那我回去可就往大铺头了。你就干吧，只要东西好，咱就不踌躇不了手。只是李哥，我这一个毛驴子车也没法往吉春送了。李长风一只大手重重拍在钱一文的肩上，笑着说道：“兄弟，我以后每个月来平安宫消失3趟，顺便上你家喝顿酒，你不介意吧？”李哥，敬你。家里的情况如钱一文所料，来送药材的人明显少了很多。见了钱一文，急匆匆走过来说道：“今天来的人见少了，这可咋整啊？”钱一文呵呵一笑，掏出2个铁皮玩具。这个小青蛙是昨晚答应人家的，现在就给他。这个小青蛙先留着，下回用。这2样玩具又够忽悠钱多几天的了。英子脸一红，四下看了看，好在没人注意，一边往起藏玩具。英子一边责怪着：“跟你说正经事儿呢。”还有比这个更正经的事儿吗？被英子白了一眼后，又说道：“你放心，他3万子永远也走不到咱们前头去。可是3万子那可是劫了咱们大半个屯子呀！就算他劫了整个三河堡，咱们也不怕他，你就等着吧，明天我就让你瞧好。”见钱一文说的很有底气，英子心下稍安，巧声对钱一文说：“你跟四叔说说，能不能抽点空把这筒子屋给坚壁开？坚壁他干啥？太不方便了。”钱一文睁大了眼睛，指着英子的大肚子说道：“咋地？你这带着肚子还想要大折腾啊？你就不能小点声，声再大点，全屯子人都听着了。”一句全屯子都听着了，提醒了钱一文，推出28大杠，刚要走就被英子拦住。干啥去？我上大队去一趟，有点事儿。我刚才看你在二狗子家门口站了半天，干啥了？我找二狗子来帮忙，让他帮着咱们收药材。哪能用得了那么多人？来卖药材的一天天的见少，这几个人还嫌一半呢。过2天再找2个，我都还怕不够用呢。我好像看见你给二狗子钱了啊！他妈的脚脖子不是崴了吗？我给他先拿点钱，让他先买点药。英子瞄了一眼钱一文，捏斜着眼睛问道：“买药你没跟着去啊？顺便看看葛君兰。”看着媳妇酸溜溜的样子，钱一文想，这胡醋有劲，好事总比不闻不问要强得多。你不说我都忘了，一会儿还真得去一趟。干啥去？这屁股还没好利索，找葛君兰给上点药。去吧，有病了。没病谁往这做跑啊？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好嘞，明天见。走在苞米地，钱一文陷入沉思。现在这3湾子父子明目张胆的挑衅，虽然抢占了李长风这个上游，但这至少还得10天以后才能看到效果，眼前还得有点立马见效的举措才行。提高收购价格，还得用上大队的大喇叭喊一嗓子，不光三河堡能听到，周边归三河堡村管的几个自然屯也能听到。进了大队部，巧的是刘忠也在，这腿儿还挺快，啥时候跑来的呢？刚才路过他家的时候，刘忠不是正在他家里给人家约称吗？看见会计坐在屋里，钱一文说道：“徐会计，我使一下喇叭，播个广告。”徐会计刚要说话，一旁的刘忠开口了：“坏了，使不了啊！咋还坏了呢？我明明坏好几天了。”这就奇怪了，我这耳朵有毛病了，昨天听到的是驴叫唤。刘忠气得干瞪眼，说不出话来。
不行，这耳朵得找老个头给看看。年纪轻轻的，连人声和驴叫唤都听不出来了。钱一文一边念叨着，一边走了。回到家里，英子见钱一文不乐呵，走上前问道：“咋了？这是大真的没在家？这都多半天了，还酸着呢。”当着大伙的面，他把刚才去大队部的事说了一遍，气得四婶一个火就窜起来了。去他汪汪的，咱不用他那破玩意儿，我就不信干不过他。说着话，拉起几兰凤就走。三嫂，走，你走小前街，我走后趟街，我还就不信了。他四婶子，你咋不问问任务是啥就走？哎呀，对，你看我这脑袋，那个大侄子，你想要广播啥玩意儿？四婶，用不着你挨家去跑，一会儿我写几张广告，找显眼的地方贴一贴就行了。你是不是要涨价？而且不是一般的涨，我要涨到比平安供销社都高。四婶一脸惊诧的走过来，摸了摸钱一文的额头。你这孩子是不是得上老葛家看看去了？咋还冒上虎气了呢？收价比卖价都高，你这西北风啊！钱一文瞄了一眼英子，果然不出所料，正不是好眼睛看我呢。这个四婶哪壶不盖哪壶不漏，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自己家说事儿，你替人家老葛家干啥？我有新路子了，高价收也能比他家挣得多。今天咱们紧紧手，把存在院子里的这些都收拾出来，赶紧卖了，不然过2天钱又得不够用了。大家虽然没搞明白他到底想怎么干，但还是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这景象让突然到来的董长贵夫妇俩待在院外。原来中午的时候，董长贵把看见钱一文从饭店里醉醺醺出来的事儿告诉了英子妈。英子妈惦记着是回事儿，非要让董长贵带着他一起来看看。去干啥？看见他我这心就堵得慌。中午喝了酒，下午指定是又找地方钓鱼去了。你要是能在家里碰上他，那就怪了。拗不过英子妈，董长贵无奈，俩人来到了钱家。刚到，董长贵就愣在了那里。这是真收上药材了，而且还堆了一院子。是啊，你看老钱家人，看样子都出动了。他四叔不是说和他老四不相往来了吗？当年他这番话可是当着一桌子人的面，一双筷子撅折了之后说的，怎么现在又帮上他了？四婶先看到了董长贵，带着嗓门说道：“亲家来了，咋不见院儿呢？杵在那儿干啥？给你姑爷当门神呢？”英子听了，赶忙直起腰来，紧走几步迎了出来。爸妈，你们咋来了呢？你爸不放心，非要来看看。英子妈一边端详着女儿，一边小声说道：“奇了怪了，这才几天的功夫，怎么这闺女像变了个人似的呢？小脸白净细嫩了不说，脸上也多了许多笑模样。”又来俩壮丁，老两口被一家人迎进了院子，七嘴八舌的开始唠起了家常。英子，我去打点酒回来，你和四婶早点把饭做了吧。好，你拿个看那豆腐坊还有没有豆腐了？爸，这个夜里豆腐酱的干豆腐。四婶刚要起身，被英子妈给拦下了。他四婶，你干你的活儿吧，我帮英子做，这些天挺好的呀。挺好的呀，没打你，没打，虽然有时候偷摸的掐过几下，但那个能跟妈说吗？你爸晌午的时候在平安看着他了，他几点回来的？回来有时候了，都干半天活了。我还寻思他中午和人家喝完酒，下午得出去耍呢。没有，这些天一直都没完。英子妈悬着的一颗心稍微下沉了一点，掏出一卷零钱来，塞给了英子。掖好喽，别再让他给翻去。英子又把钱给推了回来，顺手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来。你留着花吧，我这有。咋这么多钱？卖药材的钱。他都搁你这儿了？老太太往外瞄了一眼，凑近了些问道：“王胜利上你家来了？”王胜利也快结婚了，听说镇长那个闺女上赶着嫁的，没要彩礼不说，老丈人还给盖了3间海景房呢。妈，提这个干啥？不提。那牛黄啥样的？你给我看看。英子从柜子里找出那个包袱，一层层打开，这就是牛黄，好像是屎球子。我听他说，这东西都赶上金子值钱了，再让你一说，还成了屎球子了呢。那到底能值多少钱？我听他说，得值10来万呢。妈呀，10来万元！真是小刀拉尾巴，开了眼了。妈呀，就这一小块，10来万！真的？那快点搁起来吧，我这哪是看10来万的眼睛。英子被说乐了，掏出一包糖来，包出1块来递了过去。老太太推说不要，给我大孙子留着吧。妈，1块糖啥好玩意儿？还有挺多呢，他隔2天就带回来点，孩子都有点吃够了。老太太回头见外孙子正专心致志地给铁皮青蛙上劲儿，那些玩意儿都是他买的。这是真知道顾家了。想了想，又说道：“能不打你，妈也就知足了。”钱一文不光带回了老丈人爱吃的干豆腐，连李豆腐酱和2狗子一起带回来。因为人太多，四婶把自家的桌子扛来了，2张桌一并，一群人围坐在炕上吃了一会儿。二大爷对钱一文说道：“你咋不到上呢？老丈人来了，你也不说陪一杯。”二大爷，有你跟四叔和李哥陪着，就显不着我了。
董长贵想起了钱一文中午的样子，扫了他一眼，是上顿喝顶住了吧？爸，中午那是陪药材公司的采购股长了，不然我才不喝呢。吃了一会儿，钱一文开始安排计划。李哥，你这边过2天一定是得忙起来了，忙不过来的时候，让二狗子赶上四叔的驴车和你一起去。李哥，你别多心，不管是谁拉回来的，最后都算到你的账上。还有，我把价格调整了，给你的价我也随着涨上去，你收的时候也随着一起给涨上去。收购的重点就放在黄芪、桔梗、苍竹、黄金上。本来拉了2趟之后，他就觉得很满意了，没成想还有这么一出。钱一文又转向了董长贵。爸，正好你赶上了，今天就住下别走了，明天也帮我带点过去。这可也是，俺们老哥俩都让你姑爷当驴使唤好几天了，也该给你这个老丈人上个夹板子了。接着夹起一筷子牛肠，放进了英子妈的碗里。亲家母，你没牙，这玩意儿稀烂的，你吃正合适。四婶听了，直起了腰板，使劲白了四叔一眼。一的，我要感慨了，不过感慨一下，最近换了新电脑，剪辑快多了，旧的我当时就放转转回收了3000多。像现在数码产品更新换代这么快，换下的旧手机、平板、笔记本啥的都可以去转转回收，他们家是真方便，下单就有人免费上门估价，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总之听我的，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送走了二狗子和李豆腐酱，钱一文刚一坐下，英子凑了过来。你跟我说说，你的收购价比供销社还高，上哪儿能挣着钱去？我怎么没整明白呢？就算是挣不着钱，我也得让三丸子知道。那也不能因为和别人置气，瞪着眼睛赔钱啊！钱一文轻笑一声，开始讲起了他的整套计划。你说是不但赔不上，而且咱还得大赚上一笔。我今天中午请吃饭的李长风，私下里和南边那些倒腾药材的老客有来往，我们定好了，他高于供销社3毛钱收咱们的黄芪。第一笔生意是我在1个半月的时间里给他收4000斤的黄芪。英子吓了一跳，看了一眼窗外，4000斤黄芪哪有那么多？董长贵听了，也疑惑地扫了钱一文一眼。听起来这可是个大事，哪有那么容易就干成的？收4000斤并不算难，但光靠咱自己不行。你想想看，豆腐酱现在1天就能拉回来100多斤鲜的，等他扑腾开了，这2个毛驴车1天拉回个300-500斤，还不跟玩似的，300斤能出100多斤干品，这样算下来，也就是40天就能给他凑够。英子在心里算计了一番，但又依然不减。可是那4000斤就得1万多斤湿的，咱们2毛多钱收，那就是2000多块的本钱呀，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啊？你看看，又不让你一下子拿出来，明天除了黄芪以外都拉走卖了，这不就出来钱了吗？英子转了转眼珠，点了点头。要是这样，那还差不多。另外，像苍竹、黄金、桔梗，他都能帮着消化，都是最少能给咱们家3毛钱，这不又是一笔收入？二大爷听出了门道，在炕沿儿上一敲烟锅。我说你小子怎么这么有底气，敢比供销社收的价都高？原来这是摸到主根儿上了。二大爷，这个采购股长可真不算主根儿啊！你还能爬扯到省里去？二大爷，可能不只是省里，咋省里都搁不下你了？我就不信你还能把这小买卖做燕京去。二大爷，要不咱猜猜？你说猜啥？要是我把买卖做到全国，不，要是我把买卖做到国外去，你能输给我点啥？国外？想了想，二大爷有了万全之计。要是你输了，给我20块钱；要是我输了，豁出去了，你四叔那20块钱就不要了。好，一言为定。一旁的四叔冲着二哥眨巴了半天的眼睛，愣没找出一句像样的嗑来表达对二哥的敬意。你俩较劲儿，怎么听起来我这损失有点严重呢？听了半天没吱声的董长贵突然问了一句：吉春那么老远，你总不能赶着毛驴子去吧？爸，我和李股长都定好了，每10天他开车来取一趟，不用咱们送。董长贵点了点头，不作声了。钱一文突然想起老丈人在饭店门口没搭理他的事儿，嬉笑着问道：我这顿酒不白喝吧？董长贵心知他话里有话，白了他一眼。英子突然灵光一现，对钱一文说道：没钱也不怕，咱不是还有牛黄吗？要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值钱，别说收4000斤黄芪，就是4万斤咱都不怕。看着英子满面春风的笑着，英子妈也跟着笑了起来。好几年了，难得看见闺女笑得这么真。眼下怎么还能倒腾开？那点东西就先留2天，早卖了早得钱，手头也宽绰，留着有啥用？是能长秤，还是能下崽儿？四叔，你还真说对了，还真就能下崽儿。这种天然牛黄越来越少，价格是翻了番地往上涨，这不就和下崽一样吗？你可自己琢磨好了，这时候的事儿还有准啊？放心吧，四叔，到有了大事儿，真正用钱的时候，我会出手的。眼前这4000斤黄芪，事儿还不大吗？4000斤干黄芪，那得4-5千块。小门小户的哪有过亿这么大的进出账？你能看出30-40年后的事儿，越说越汪汪的玄乎了。我还真就知道几十年后的事儿，而且我还以1克260块钱的价格，在云南收过1克重达2公斤的牛黄呢。第二天一大早，2辆毛驴车一前一后，拉着满满的2车药材，出现在了平安供销社的后院。王维忠看到董长贵和钱一文在一起，愣了一下，随即恢复自然。小兄弟，老丈人都出山了，这买卖是越做越大了呀。
董站长，来一根。刚抽完，不抽了。王维忠举着烟的手悬在空中，不知是拿回来，还是接着再让一下好。身后，英子妈偷偷拿胳膊肘碰了碰董长贵，董长贵还是伸手把烟接了过来，心中暗想：这个老婆子，关键时刻灭火呀！不等王维忠掏出火来，董长贵已经赶着车进院了。往哪儿卸？英子妈得了空，凑近了钱一文，小声问道：王维忠，他没难为过你吧？妈，人家难为我干啥呀？王哥人可好了，帮我不少忙呢。那就好，王哥，你咋管人家叫王哥？差着辈呢。妈，第一回见叫了一声王哥，后来就改不过来了。王胜利要是知道你管他爸叫王哥，还不得气吐血呀？过完了秤一计算，卖了差不多600块钱。王维忠一边开着单子，一边奇怪地问道：你这趟咋一根黄芪也没有？家里存的那点昨天全都拉来了，那玩意儿根子直，挖起来太费劲儿，没人愿意采。王维忠点了点头。哦，是这么个事儿呀。对于钱一文的解释，王维忠虽是表示了理解，但心里却在想：三河堡人这么傻吗？这账是咋算的？黄芪是难挖，但价钱也好啊，1斤能顶5、6斤苦参呢。临走时，王维忠犹豫再三后对董长贵说道：董站长，胜利大厦各月初6结婚，你和嫂子一块儿来喝酒吧。有空就去。这是什么意思？是在告诉我他有极大可能没空吗？哪有拿着话儿答对人的？院外，钱一文揣好了整钱，拿着一把零钱对二老说道：爸妈，咱到屋里头看看，家里缺啥少啥的，咱们买点。董长贵朝着屋里瞄了一眼，目光所及。四凤子，你看看，这回8成是能稳住了吧？老头皱了皱眉头，家里啥也不缺，要去你自己去吧。钱一文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心里纳闷，这老头一路上都和颜悦色的，时不时还问自己2句生意上的事情，这在以往是绝无可能的。到家了，怎么还倔起来了呢？一边在心里画着问号，钱一文一边指了指货架子，那种酒是哪产的？跟那个老边烧锅比哪个好？是这个高显老酒吗？龙江产的，喝的人可多了，就是有点贵。来4瓶。出门后，2个售货员都在向外张望着，四凤子的眼里则柔光满满。钱一文把东西放在了董长贵的车上。爸，你们回家吧，我得抓紧回去了。英子妈一听，急忙说道：吃了饭再走吧。妈，我得赶紧回去，明天我想跟豆腐匠下去走一圈看看情况。英子妈急了：再急的事儿，还差1顿饭功夫了。你到了家门口了，我都没给做口饭吃，要是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还不得讲究死我。眼见着丈母娘真急了，钱一文只好乖乖跟着丈母娘回家了。真是乌龟拌酒，憋不住笑了。钱一文一脸喜色看着老丈人给倒了1小盅，连忙推辞：爸，我不喝了，少喝点没事，别喝大的就行。那就这1盅。看到了酒，钱一文突然想起了那瓶鹿茸人参酒。爸，我二舅还在鹿场上班呢，再干几年就退休了。你问他干啥？我看他那儿出的酒挺好的，全都是好药泡的，那还能不好？现在那酒卖得好吗？白扯，价格太高，没几个人买。兴更有几个人买，也都是送礼，后来就再不出了。每年泡那么几回就留着送礼。我二舅在那干啥呀？技术员，那挺不错呀。不错啥呀？一天天的不是铲屎就是左尿儿，最体面的活就是给鹿梳毛，我看跟我没啥两样。你能跟人家比得了吗？人家挣工资，你有工资吗？除了我没工资，别的不都一样？他伺候鹿，我伺候鸡鸭鹅狗，比他那样数还多呢。爸，二舅工作的鹿场离这儿远吗？离吉春还有20多里呢。董长贵琢磨了一下，问道：你打听这么细干啥？你要去？我看那酒挺不错的，想去看看。费那劲干啥？让他找人给烧回来2瓶不就得了吗？爸，我不是要喝，我想研究一下这酒是怎么做出来的。那就得自己去一趟了，啥时候去？董长贵仔细打量了钱一文2眼。这姑爷子胃口怎么突然变大了？研究那玩意儿有啥用呢？爸，暂时还没那功夫，等这4000斤黄芪给人家凑的差不多了再说吧。董长贵趁钱一文不注意，又给他满上了，放下酒瓶。老头问了一句：你那4000斤干黄芪，钱儿可不细啊，能倒腾开吗？爸，家里还有一些，再加上这600，挺上10天半个月的没问题。10天以后李长风来就倒腾开了。要是缺了就吱个声。钱一文知道老丈人的存折里有2000块雷打不动的钱，是留给小舅子董树国娶媳妇用的。英子妈想了想，对董长贵说道：要不一会儿你就直接支出来，给他拿上吧。钱一文心头一热，赶忙摆了摆手：妈，要是真需要，我一定说话。现在看是真用不上。要是用得着了，可一定说一声啊，别自己干憋着。回到家里，把这事儿和英子说了之后，英子抿嘴一笑：让你拿，你就拿着呗。那可不行，到时候耽误了你兄弟娶媳妇儿，该埋怨我了。丈母娘哪有不疼女婿的？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可是在人家手里头攥着呢。那也得看啥样的。之前那一顿大板敲，现在想起来，后脖梗子还嗖嗖直冒凉风呢。看了一眼屋外正干活的二狗子，钱一文问英子：二狗子干活咋样？干活倒行，就是老拿斜眼溜着看人。好看。
还不让人家多看两眼？哪能看出好看来？挺着个蝈蝈肚子。钱一文探手摸了摸英子的肚子，全指着这个宝贝蝈蝈肚子出货呢。英子一巴掌拍开了钱一文的手，向婆婆指了指。老太太一扭身说道：“我看不着。”钱一文琢磨了一下，对英子说道：“他那是害怕你，不敢正眼瞧你，以后总得在一起干活，你别老是别别扭扭的，给人家点好脸。”英子想了想，走到外屋拿了点吃的，向二狗子走去。二兄弟，今天早点回去吧，把这个拿上。嫂子，这是干啥？这长度都回了几回锅了，已经很软乎了。二舅妈自己一个人在家，腿脚还不方便，你得多惦记惦记她。二狗子接了盆子，正傻站着不知说什么好时，钱一文走了过来。二狗子，明天早点来，替我去趟平安。我一个人去呀。我明天和李哥出去走走，看看别的地方啥情况，只能你自己去平安了。二狗子听了这话，高兴的答应一声走了。你让他一个人去，能行吗？怕啥？又是车马，又是钱的。媳妇儿，你就放心吧，这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人是鬼，你总得给他机会让他现形。与此同时，李豆腐酱又拉了一车的药材回来了。钱一文搭眼一看，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不禁皱起了眉头。李哥，明天打算往哪边跑？前2天和3张岭的认定好了，明天走完黑匣子沟就去3张岭。好，那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溜达溜达，顺便了解一下情况。爸，3张岭那步道又远又不好走，4、5点钟就得走，你能起来吗？没事，李哥，半夜12点我都能起来。行吧，那就这么定了，明早我来找你。李豆腐酱走了之后，钱一文若有所思，嘀咕了一句：“看来还真是有必要去下边看一眼。”我也看他眼神好像不对，是不是有啥事儿不想让咱们知道？媳妇儿，你说的好像真挺对。这么点眼前的事儿，我还看不出来。第2天，俩人到了黑匣子沟，豆腐酱直接把车赶进了一个小院里。钱一文凑了过来：“李哥，我给你约秤，你给算算账就行。”不用你，快上屋了，你先吃2卷子干豆腐垫垫底吧。豆腐酱向屋里瞄了一眼，又补充了一句：“要不你上屋里吃去吧，这是我妻侄家，不是外人。”听豆腐酱这么一说，钱一文心里的小问号更加立体了。坐在旁边吃着干豆腐，眼睛留意着豆腐酱子手上的动作。尽管他的动作躲躲闪闪，但秤砣撸到哪儿，又给了人家多少钱，钱一文可都是心明镜的。这个豆腐酱子，别再因为点蝇头小利破坏了我的计划，那影响可就大了。车马劳顿，压点价本来也在情理之中，可你压得太低，一旦有人比你价格高，人家还会卖给你吗？4000斤黄芪不能如期交货，会直接影响和李长风的合作。李长风是什么人，我可是知道的。他看好你能把你供他们家那块板上，他要是瞧不起你，那小话儿都能磕大死你。钱一文理清了思路，刚要凑过来开口，却被院外走进来的一个老头给抢了镜。老头瞅了一眼地上堆的药材，哼了一声，腔调中满是鄙夷：“呀，二山神也来凑热闹来了，你咋没踩点来卖呢？”二山神，这段传奇原来就藏在离家这么近的地方。老头半闭着眼睛，双手抱在身前，不屑地说：“这些玩意儿能值几个钱？”在二山神眼里倒是不值几个钱，可是这几年也没见你拿回来一个棒槌。哼，满洲国那赞儿，我单棍做四方顶上抬出来的5匹印，换了巴上帝杀猪吃喜儿的时候，差点没把你爷给撑死。几句行话，围观的人全都懵了，但钱一文听得懂。小青年听老头连他家上3辈都给数落，不服气的嘟囔了一句：“那么有能耐，咋不进山了呢？”好汉不提当年勇。老头的话里带出了一丝无奈，可钱一文看到的分明是几分得意。钱一文断定这老头没说实话，忍不住上前搭话：“大爷，听这话头，年轻时候是放山的好把式啊。老年儿的事儿喽，如今哪敢再提？”一边说一边径自走了。看着老头的背影，钱一文凑到豆腐酱这边：“李哥，你问问熟人，他刚才说的那些是不是真的？”豆腐酱一指老头的背影：“你说他？那错不了。当年为了能跟他一起进山，我老丈人从过年就开始溜须。过年就开始送礼，是送到古语还是白鹿？哟呵，行啊，还知道这些财神的古语，白鹿进山呢。我猜的，用根子的要哪有夏天猜的？你听人家那名二山神，想当年那可是编外参把头里排第2的人物呢。那排第1的是谁呢？排第1的是他的大哥大山神，可惜呀，摔死了。怎么还摔死了呢？豆腐酱子朝远处一指：“你看那儿。”钱一文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是一座光秃秃的大顶子，从那上边掉下来的。从那么高那么陡的山上掉下来，铁定是得粉末性骨折了。他爬到那上边干啥？就为了摔死吗？那个大顶子是老尖山，过了老尖山是四方顶。都说四方顶上有百年老残，哥俩在过四方顶的时候，老大滚下来了。可惜了一个业界精英，那四方顶
比这个老剑山还高。没他高，但比他陡，四面光秃秃的没个抓手，要不然那上边那点东西早让老辈子人挖光了。这个二山神还真是神，眼看着哥哥摔成那样了还敢跑山，也算是个狠人。二人正聊着，人群中有人问了一句：豆腐酱子，你还哪天来呀？后天吧，容你们点口，让你们多挖点。钱一文想了想，对着人群说道：大伙儿先都别走，一会儿我有好事跟大伙儿说。接着把豆腐酱拉进了屋里。干啥呀？李哥，我不拿你当外人，有话我就直说了，说深说浅的你别怪兄弟。咱哥俩用不着说这话，有啥话你就说吧。李哥，咱这么干可不行。啥？豆腐酱子的脸难看起来。隔着那么远，算账的时候我可是一声没出，拿钱和月称的时候又都是手捂手摁着的，他是怎么看出来的？有着千里眼和顺风耳，按理说他不应该接完才对呀。见钱一文已经全知道了，豆腐酱也只好实话实说。我寻思着这好几十里的来回道还不好走，我就压了点价。钱一文拍了拍豆腐酱的肩膀：李哥，你的心思我能理解，但你这可不是压了一点价。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刚开始收药的时候，收尸货的价比平安供销社低1分钱，没过几天就冒出来个3万子。如果当时我就把尸货的价定的和平安供销社一样，兴许3万子一看没啥大账算，他就不干了。眼下李哥你就是这种情况，万一有人摸着门道了，再跑出来个4万子、5万子，你不是还得被迫抬价吗？所以与其到时候被动，还不如现在就把价定的高点，把鼓锤子交到竞争者手里，这个退堂鼓让他们自己打。李豆腐酱点了点头，深表赞同，跟着又咧了咧嘴。李哥，你看咱们这样行不？一会儿你就把黄芪的收购价格调上来，就按我给你的价格收。那我不是白玩了吗？李哥，兄弟能让你亏着吗？你那4分钱都从兄弟这儿出，那你还能挣钱了吗？李哥放心，我也不能瞪着眼睛干赔，也无非就是少挣了，但能把这个市场稳住，咱哥俩才能走得稳，走得远。中，啥都听你的，你说咋就咋办。钱一文的话让豆腐酱子彻底服了气。屋外有人开始催促：有啥话快出来说呀，着急上山呢。李哥，一会儿出去你就按刚才咱俩定的说。兄弟，我这嘴笨，还是你说吧。行，那兄弟就替你说。钱一文把这10几个人聚到了一起，拿笔一样一样把价格都写在了墙垛子上。黄芪2毛5一斤，这不是和平安供销社的价一样了吗？钱一文瞄了一眼人群，大声说道：大伙儿听我说，我们也是帮着供销社收的，今年上头给供销社的任务量大，让我们按他们定的价格收，好让大伙儿能积极交收。那你们挣啥钱？我们挣的是供销社的钱，大家伙儿辛辛苦苦挖点药不容易，我们哪能克扣你们呢？钱一文扫了一眼车上的药材，我还得说2个事儿，以后我们尽量保证每天都来人收，你们采的药就别再往土豆窖里搁了，窖里一闷倒是能长秤，可我们要是不及时晒就变质了，要是拿来治病的，要是反倒害了人，到时候大家都逃脱不了责任。一边说，钱一文的目光一边从左到右在人群中扫了一遍，在谁脸上停留的时间长，谁心里有数。是谁我就不说了，以后别这么干就行了。谁家要是有在当地买不着的东西，可以和李哥说，李哥来的时候会帮大伙儿从平安带过来。真是白雪公主去开门，来了一群小人啊！3湾子到反天罡逆天操作，带老登来钱家抢生意。纪兰凤愤怒护长子，怒批刘老登不要脸。还有你们家这么做买卖的，收购价比卖价都高，这不是顶人玩吗？价又不是你家定的，我愿意多少钱收就多少钱收，你管得着吗？有能耐你也高价收啊！妈，怎么了？刘忠见钱一文来了，刚要把矛头转向他，不料纪兰凤一把将钱一文推到了身后。没你事，你一边待着去，今天我就好好和他掰扯掰扯。我问你，咱2家谁先收的药材？刘忠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谁先收的能咋的？行你家收，就不行别人收了。你看别人拉屎你就劈子刺挠，没那能耐就消停找个旮旯眯着得了。做人都做得缺胳膊少腿的，还做买卖，你长那会转根的脑袋了吗？一句老话又戳到了刘忠的心窝子上。你咋的？你还要动手咋的？今天你动老娘一下试试，不把你那张猪脸挠成萝卜丝，都对不起我这大长手指盖子。刘忠的气势一下子被压了下去，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不敢拿自己这顶帽子开玩笑。管闲事儿还管别人家院子里来，爷俩瞪着4个大水泡子，站大街上截人都截不住，咋回事？自己不会寻思寻思？你私涨价，这就不对，这是扰乱秩序。怎么的？我给老百姓点实惠，你这个大队干部看不惯了？你不是天天叨叨着为人民服务吗？你也提价呀！你比我们家价高，老百姓乐呵了，我就算赔了，我也跟着乐。你汪汪有那个破儿吗？刘忠被骂得一张老脸青红不定，走出了院子，院外不忘回一句：你给我等着！谁也不能说死拾掇就死去，老娘打今儿起就天天坐家等着你，看看你能把老娘咋地？你以为还是当队长那时候吗？想整谁就整谁，想给谁扣帽子就扣帽子。妈，你消气，跟他生气犯不上。我能跟他真生气吗？真有意思。7、8天的时间，
晃眼间就过去了。这天，李长风开着他得大东风来到了钱一文家。钱一文趁李长风一心对账，溜回屋里，把牛黄拿了一部分出来，装在了三角兜子里。这些牛黄你保管好，千万别挤压，这玩意儿一碎。拿着干啥？你要卖了？有点用处，晚上咱躺被窝里慢慢说。滚！钱货两清，李长风关心起下一步来。兄弟，到20号的时候还能有这么多不？钱一文指了指李豆腐酱，这你得问你们一家子啊。下边的事儿都是经李哥手办的，他比我知道的多。豆腐酱子找到了存在感，向前迈了一步。前2天我又往山里跑了几个屯子，那边更偏，去一趟就不少往回了。李哥，说重点。豆腐酱子点了点头。要是都放我妻子家里不往回了，你想海拉走这么多，我用不了10天就能凑齐。那你就不用往回拉了，咱们下趟还像今天这样，把车直接开那儿去装。李哥，老这么整不好吧？你开的那可是公家的车呀。小森不说，谁能知道？到时候给他整条烟，他都得挂10档给你跑。小森，往那边去的路怎么样？好不好走？倒没啥太难走的地方，就是靠山进水的地方全是水打沟，不敢快开，颠的厉害。没事，正好明天骡子车不用往平安跑了，我赶上车，拿锹把那些沟都给你出溜平了，保证你下趟来走的都是溜平地儿。钱一文看了一眼四叔，心中暗想：关键时刻，四叔这脑瓜子可是真有转速啊！临走前，钱一文把2捆子钱交到了四叔手上。四叔，我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回来，这钱先放你那儿，李哥要用你就给他拿。二大爷，明天告诉来卖药材的，小根算不能收了，黄芪再提1分钱啊，还涨价！二大爷，到啥时候说啥话？少挣1分钱，也总比被人家抢走了强吧？说着话，朝三湾子家的方向望了一眼。钱哥，自从你提价了以后，村民们采了药回来，宁可绕2里地，也得把3湾子躲过去，往他家送。3湾子无奈，也把价提了上来，这样一来，价格又一样了。这时候不提价，还啥时候提？你也别慌，我再等一个结果。小根算咋不收了？我看还有不少往上交的呢。二大爷，小根算到了窜台的时候了，将气往上一度，那点好东西都用到传宗接代上了，药性不够了。二大爷点了点头，懂。那我让他们把手里的交上来，就不挖了。二大爷，等我回来，你还得去黑瞎子沟。瞎子跳井，哪儿还不被封呢？发配到哪儿就在哪儿眯着呗。这时，钱一文忽然想到什么，开口问道：“李哥，知道现在牛黄什么行情吗？”李长风一愣：“你有？”李哥，当年我爸在山里收药材的时候，碰到一户人家杀牛，杀出了牛黄。我爸差不多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买下来了。这些年一直也没出手。有多少？你知道成色吗？应该能有300来克吧。具体啥成色，我还真不知道。这稀罕玩意儿，经手的太少了。李长风低头琢磨了一下后说道：“药材公司收是85，要是碰上好买主，能卖到90多吧。”李哥，有合适的买主吗？有。人在蓟春吗？一个安徽的老客，不在蓟春，在省里，不过隔一个电话他就能来。安徽老客是王炳春吗？我听说他老家不是东阳的吗？你俩认识啊？李长风吃了一惊，又想起第一次见面时钱一文提到过王炳春，又觉得合理了。我不认识，只是听说过专收细货的知名人士，行里边有几个不知道的。那明天我给你引荐引荐。大东风把一车黄芪卸到了李长风自己的库房后，直接开到了药材公司的后院。李长风直接带着钱一文和英子从后门进屋时，质检员正要锁门。老吴，耽误你一会儿，我这儿有点东西，帮我看一眼。李股长啊，又得着什么好东西了？牛黄。哎，这玩意儿可是好几年都没看着了。李股长打算出手啊？不出，我小老弟儿家的，存了多少年了，信不实，拿来让你帮着看看。这个小老弟儿给你买的，你看看你一个单位的人，你扯这个干啥？老吴接过牛黄仔细研究了一番，出了结果。好玩意儿啊，这个是老东西。多少年了？有10来年了吧。经管的挺上心呢，跟上个月刚取出来的似的。那是人家好几辈子人都在这行里混的。老吴淡然一笑，不再言语。被一眼看穿的钱一文却难掩尴尬。看看这个呢，就叫专业了。老吴，一块上家喝一口去。不了，儿子和儿媳妇都出差了，我得去幼儿园接孙子去呢。钱一文心头一动，随口一问：“吴叔，孙子多大了？4岁了。”饭店里，李长风一边看着墙上的菜价，一边感慨了一句：“你这点东西顶2个万元户了，这么多钱，盖个小楼都够用了。山沟子里哪用得着盖那么好的房子？有个砖房就不错了。准备什么时候动工？李哥，还是先找施工队吧，先确认一下今年能不能完工，我好回去办宅基地的事儿。”英子看了钱一文一眼，真是有钱胆子壮了，盖房子这么大的事儿，自己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应该就是他说的那件要趴被窝里说的事儿。钱一文所求的事儿，李长风立马就答应下来。想了想，钱一文又补充了一句：“最好是那种能帮我跑材料的。8字儿还没1撇呢，瞎张罗啥呀？
万一不成多磕碜。弟妹，现在这东西这么缺，我一个电话过去，他都得半夜光腚跑过来。英子听了，抿嘴低下头去。我是个糙人，和你家这个不一样。我说啥要是不对劲儿了，你别往心里去。没事儿，说话哪有照着书本说的？那可不一样，你们家这口子，那一看就是文化人儿，起那名儿都和我们不一样。一文一文，多好听。又转向钱一文问道：“兄弟，你这名儿文绉绉的，是有啥讲究吧？”提到自己的名字，钱一文略有些伤感。李哥也没啥讲究，可能是我爸想让我成为一个和他一样的文化人吧，所以给我取名叫一文。那这么说，老爷子也是个文化人呀？还上过私塾呢，比我可强太多了。按你这岁数来看，老爷子应该年龄不会太大呀，咋没那么早呢？心脏病能当上会计的都不是一般人，这么早就过世了，怪可惜的。你听听我爹给我起这名儿，还长风，要多土有多土，挺好听的呀，永远丰收。拉倒吧，小时候上学，老师都不正经叫我。老师怎么叫？老师管我叫李长风，长风长风。那你得感谢老师才对，他不这么叫你，你能圈成1.89米的大个吗？说笑了一会儿，钱一文问道：“磊哥，你为什么不现在就给王炳春打个电话呢？”真是秦始皇敲门，迎到家了。钱一文刚把牛黄的销路铺好，突然英子突然满脸冒汗，惊慌不已的连夜送到妇幼保健院。俩老太太得知此事，硬是骑着大杠来到县城里。钱一文为前为后的问这问那，俩老太太可没有钱一文这么紧张。亲家母，一会儿可得挑个好人才生。是得好好挑挑，一个丫头蛋子可不能让她横踢马槽。亲家母，你说谁行呢？纪兰凤眼珠子转了转，要不让四凤子来吧，我看那丫头性格挺好。一旁董树果懵懂地问了一句：“财神怎么财呀？”老话说，孩子生出来以后，除了爹妈和自己家人以外，第一眼看见的是谁，以后性格就随谁。所以咱得找个脾气好点的，让他第一个进屋。接受了多年教育的董树果自然不会信这个。大娘啊，这玩意儿能准吗？儿子，你可别不信，这东西可真有准儿。生你那时候，就是李老师上咱家借麻袋的时候给踩的生。你看你性格像他不说，走的路子和他都一样，都当上老师了。过几年没准儿你也能像他一样当上咱平安中学的校长。董树果若有所思，似乎有点信了。想了想，突然对钱一文说道：“姐夫，要真是这么准，为了你闺女着想，我看还是别找四凤子了。咋的呢？我看四凤子那性格挺好的呀。没人的时候，那小脾气一上来，真是个不管不顾啊。性格泼辣点闲，说不受欺负。树果，一会儿你就把四凤子给找来，让他站门外等着。不是说家里人不算数吗？人家还没过门呢，哪算你家人？快点去吧。真能准吗？要是真准，这涉及面究竟能有多大？别再长大了打舅舅，那可完了。四凤子见了董树果，一脸喜色。我刚请完假，正要去卫生院看看呢。你想不去，还真不行。怎么说呢？让你给彩生去。让我彩生？老钱家这么看得起我呀？听这意思，合着就我一个念书最多的人不懂这规矩。这东西要是真准，那咱们也得早做打算。让你姐来。换着彩呀。下午1点多的时候，终于有了动静。王大夫从水盆子里捞出了手套，开始清场。钱一文央求着大夫：“王姨，你就让我在屋里吧，你忙你的，我也不能给你添乱，我就是想陪陪他。”王大夫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好答应了。众人在屋外焦急地等待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当孩子被包裹好，钱一文走过去看时，这咋这么丑？不应该是那种娇滴滴、粉嫩嫩的，一张口就是爸妈妈的吗？丑咋整？7生的还能扔大道上去吗？再丑也得将就着，还能重生一回吗？我觉得怪好看的。重生在老妈的口中，竟然是这样的含义。纪兰凤数落完儿子，回头冲着门外轻唤了一声：“四凤子，四凤子，进来吧，到你班了。”游完了平安镇所有的景点，爷孙俩来到了卫生院。老头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回头问英子妈：“今天能回家不？”他王姨说让在这儿住1-2天，看看没啥事儿了再回去。我看他王姨咋好像是要走呢？人家下班了，还不让人家回家呀？老头一指英子和孩子：“那这能行吗？”他王姨家连来带去的离这也不到1里地，你怕啥？再说了，还有别的大夫值班呢。那还行。董长贵这态度，英子妈可是不高兴了。我汪汪的给你生俩，也没看你这样。生英子那会儿疼得直叫唤，人家还坐炕上那头喝酒呢。老头瞥了一眼英子，干笑了2声。那不一样。瞅你那副样，我要是不给你生个大的，哪有这小的让你稀罕？你知足吧，我生了4个，有3个他爸都不在跟前。说完了这话，突然想起点事儿来，叫过了钱一文。3天摆酒，姑姑可都得到场。你骑那玩意儿快，明天把你几个姐姐都接回来。钱一文答应了一声，笑着指了指钱多：“妈，你看看，他有点猛啊。”天空一声巨响，钱思柔善良登场。
全家人沉浸在喜悦当中，而此刻钱多满心不快。这是什么情况？以往自己一出现，不说是引起轰动，那起码都过来几个人意思意思，多少给捧个场吧。今天这是怎么了？都围着那么个小东西打转转去了。看了一会儿，确认了从没见过。钱多凑到奶奶身边，皱着眉头指了指小床。这个小人是从哪儿来的？大粪堆里刨出来的。这小东西还挺可怜的，也不知道在臭死的粪堆里埋了多久才被发现。从兜里掏出一块糖来递了过去。小粪堆，你吃一个，可甜可甜咧。王大夫看英子没什么问题了，就让出院了，把娘俩顺顺当当接回来，安顿在老丈人家的炕上之后，钱一文骑上摩托车去接3个姐姐。突然进院的摩托车惊动了刚出门的大姐钱敏英。就你自己来的呀？就我自己。大姐夫在家没？在东院跟人家下象棋呢，我召唤他一声。说着话，隔着墙喊了一嗓子：赵奎忠，赵奎忠，给我回来！怎么没出去修收阴茎呢？这2天闹病呢，没让他出去。赵奎忠刚进院子，见了钱一文骑来的摩托，随口问了一句：哎呀，混不错呀，都骑上这玩意儿了。大姐夫，借别人的。听说你小子真改正规鞋了，酒不喝了，碗都不摸了，没那闲工夫了。行，不错，老大不小了，是得了定性了。英子生了，明天3天，妈让我来接你俩。生了，丫头小子呀，姑娘，丫头片子呀。你会不会说个话？人家那叫儿女双全，你俩落会客儿，我给你做饭去。大姐，别生火了，回去一块吃吧。接完你俩，我还得接2姐和3姐去呢。都行，得生把火，怎么着也得煮几个红皮鸡蛋带去呀。老赵，打你血对连胜那半张大红纸给我找出来。大姐，不用，家里啥都有。大姐执意不肯，8个鸡蛋放进了锅里。老赵啊，我说你那身80年没换的劳动布，是不是也该换换啦？老姑爷子了，穿啥还不行？谁还敢挑大姐夫？赵奎忠向来不在意这个，一顶破帽，帽遮都飞鞭子了，还能将就着再戴2月。那也得给我换换，人前摆重的，你不怕丢人，我还嫌寒碜呢。那就换换。穿啥衣服还能耽误喝酒咋的？一场小规模庆典在老董家举行。二大爷盯着看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来：起名了吗？取了，叫啥呀？钱思柔。钱思柔，好名，这回老钱家妥了。饭后，二大爷看了一会儿孩子后，蹲到院子外边的大柳树下唠嗑去了。二大爷，你怎么不进屋呢？那么小的小娇孩躺在那，能在屋里抽烟吗？那你也不用跑这么远吧？二大爷的心思钱一文懂，当即在他身边蹲了下来。二大爷，我让嫂子把寻人启事改成悬赏了，这回8成快有消息了。要是有人能帮着找着，得给人家多少钱？5块钱，不多，这钱我来出，你们唠吧，我再上屋看看孩子去。二大爷说完后，倒背手进屋去了。我怎么看二大爷不乐呵呢？你俩说啥广告？二大爷是看到钱思柔，想起他当年丢的孩子了。我在报纸上登了广告，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点作用。要是找不着，哎，又闪一下子。我听老太太说，你把清风山那个路场给包下来了。清风山不算承包，承包的是坐树沟的那个。坐树沟那2个林场，那可老大了。才完员还剩下好几十人呢。你那还用人不？有没有啥活儿是我能帮你干的？大姐夫，不干老本行啊！我可羡慕你了，要是没有铁丝网，你都能骑着车子溜达到熊国去。赵奎忠叹了口气，哎，岁数大了，还能蹦跶几年？年轻时候在东山里打松塔，从树上摔下来那回，落下病根了。现在骑车子时间长了，腰眼儿钻心的疼。经常打松树塔的人都知道，那可是很危险的活。山里的红松要长好几十年才能结松塔，结松塔的树最矮的也得10几米高，30-40米高的树，稍微一不小心就容易摔下来。而那年大姐夫赵奎忠就不幸中了招，还好下面有棵小树挡了一下，要不是那棵小树，我差点人就没了。大姐夫，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明天正好去坐树沟，要不你跟我去看看？行，我明儿和你去一趟。你能开拖拉机不？切，我理个骚缸，你瞧不起哪个单位呢？我之前还给人修过呢，就是现在可能开不溜道了。行，你能对付着整走就行。明天你开车，我骑摩托。有车你还骑摩托干啥呀？车送过去了，咱俩得回来呀。翌日，钱一文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闺女和大姐夫，去了坐树沟。离着老远就看见2台小4轮正在一片荒地里辛勤地冒着黑烟。赵奎忠站在地头上看了一会儿，直径摇头：你这么干不对呀！咋不对了？你就是我大舅子说的林九胜吧？你还真别不服气，都用上拖拉机了，还用人打磕了，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大姐夫，那你说怎么干？林九胜本想和这个指指点点的人犟上2句，一听钱一文这声大姐夫叫得挺亲，又忍住了，看了2眼总觉得眼熟。你不是修收音机那老哥们吗？这腐殖土这么好，3华离交叉走2遍，能撞碎一大半的磕了，再拿2组镇压器一压，基本就全成土面子了。这么干，你得省下1半的人工。林厂长，是这么个事儿吗？有道理是有道理，可是咱没有镇压器啊。钱一文思考了一下，自从上次安排了李长风去联系牛黄的销路，也不知道进展到什么样了，总归应该是快好了吧？买一个吧，花不了多少钱。一旁的赵奎忠又拿脚烫了烫垄沟里的土，皱起了眉头。这地翻得太浅了，除了柴胡之外，剩下的药材都扎不进根子去。这个深度，小4轮子拉着还费劲呢。这车也不行了，再这么干2天，
就得卖废铁了。林九胜虽然心里有些不痛快，但赵奎忠自打站到这里就没说过一句外行话，他不得不服。带钱了吗？带了。走，上农机公司。三人来到农机公司，买了2组镇压器和配件，很快就返了回来。回到山上，林九胜叫过栓子和柱子，怒气不争的开骂了：给师傅打个下手，也学2手。师傅走了，是不是你们也能捅咕2下？大约过了1刻钟的时间，林九胜对着赵奎忠竖起大拇指，转头对钱一文笑着说：钱厂长，你这姐夫跟他整的可真厉害，说3拳而半，还真就3拳而半。这么大个活人，你说搁哪整的？一旁的赵奎忠走了过来，开始分配任务。你俩把离网深放3寸，前车和后车交叉着开，我开车在后边用镇压器压。柱子一脸疑惑：交叉开，那后车不是得走横垄地了吗？那不是一步一个坎吗？师傅让你咋走你就咋走得了，怎么那么多废话？眼见着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林九胜彻底服气了。钱厂长，你大姐夫真是这个，咱把地整成这样，就不能每亩给工人补7毛钱了吧？照这标准，我1个月能挣7、80，那就降到6毛、5毛吧。这就是搂搂大草的事，一天轻松能收拾出1亩地来。好，都听林厂长的。林九胜琢磨了一下，又问了一句：你姐夫啥时候走？让他把收音机再帮我收拾收拾，老子啦滋啦响。不走了，以后让他协助你工作。协助我工作？林九胜正想着，钱一文又开口了：林厂长，我不能总在山上，以后这个做树沟路厂的厂长还是你来当。林九胜愣了一下，那我又成一把手了。对，你还是一把手。这坐在地头上的钱一文看着天空，这么好的天儿，也不知道牛黄啥价能出。也不知道二大爷在干什么呢，关心一下吧。刚准备回去找下二大爷，这时二狗子来了：钱哥，咱嫂子找你，你快回家吧。真是麻雀啄了牛屁股，确实牛逼。前脚钱一文重金寻人，后有大嫂子上门报喜讯。嫂子，你这着急忙慌的，怎么了？你快带二大爷过来一趟吧。有消息了？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春城第2被服厂的一个女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你抓紧带二大爷来吧。好，嫂子，今天赶回来太晚了，我俩明天早车去吧。可以，那我稍后给被服厂打电话，通知他明天中午到过来。钱一文想了想，又问了一句：嫂子，消息确凿吗？你赶快准备吧，人家可是带着车间姐妹的合影照来的，别的不知道，反正耳朵上那个拴马桩儿的位置可是一点都没差。来到二大爷家，二大爷听钱一文说完后，愣在了那里半晌没有言语。真假的？今天是啥特殊日子呀？你不是给我送开心果来了吧？真的，照片都对比过了，说那拴马桩儿的位置一点没差。又愣了一会儿，老头呼的一下站起身来。天太热，这蜂蜜都泄汤子了，这还能拿得出手了吗？二大爷，只要蜜好，他不能挑这个，你让他舔纸吃，他也高兴。这野生的还能不好？走吧。干啥去啊？上济春赶火车。这都啥时候了，哪还有车啊？我买的是明天早上的票。当我不知道半夜有趟车，你咋不回来和我商量商量，自己就定了呢？二大爷，既然有消息了，也不差这半天了，一边子去。第2天中午，俩人来到刘丹凤这边。刘丹凤的工作地方看起来很气派。二大爷，快来我办公室吧，被服厂那姑娘早都到了。把鸡给你嫂子拿出来，别再闷死了。来我这儿，你还给我拿啥东西？嫂子，听说你有喜了，二大爷给你准备的野蜂蜜和老母鸡还拿对了，正好给你补补。多大点事，单位里还没人知道呢。坐进刘丹凤的办公室里，二大爷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努力向前探着身子，听着刘丹凤和那个女工对话。春红姐的事儿，厂子里别人还真不知道，就我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和春红姐一个班组，经常一起上夜班，睡上下铺，关系特好。去年年底我们班组拿了个车间第1，庆功的时候大伙儿都喝了点酒，回宿舍他和我说的，要不我上哪儿能知道去。钱一文瞄了一眼那女工，这小胖丫头这嘴，将来有望出息成我司审啊，这嘴快的就是个小广播啊。他都和你说啥了？那天正好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长得巨丑，我不同意。我妈说人家啥都好，非逼着我同意。回到宿舍，我仗着酒劲就和他哭诉，可是没等我哭完，他比我哭的还惨。他说：“妹子，你就知足吧，你好歹还有人管着，我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他家庭情况我知道啊。”这么一说，当时就给我整懵了。先别急着懵，先把事儿说完。春红姐说，他家就他一个孩子，他爸早就去世了，他妈临去世的时候告诉他说，老2口不生长，他是捡来的。那你怎么能确定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你们报纸上说的那个拴马桩儿，春红姐耳朵上也有一个，我跟他挨着，没事儿的时候我就揪着玩，你瞅瞅。刘丹凤接过照片，顺手递给了钱一文。他今天上班吗？应该是上班，这些天活儿可多了，都攒到一块儿了。
那麻烦你带我们去一趟吧。刘丹凤话音未落，二大爷领先一步，已抢出门外。一行人出现在春城市第2被服厂的厂长办公室。您怎么称呼？姓刘，刘继宇。刘厂长，这位同志在我们报社当了寻人启事，你们厂的工人提供了线索，要找的人可能就在你们厂里。同志，需要我做点啥？你只管说，您忙您的，让这位小同志带我们去车间就行了。一行人走后，刘厂长稳稳坐下，擦了擦一脑门子的汗。亲人团聚，早知道是这么感人的事，出这些汗干什么？多丢人！知道的说我有点虚，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怕人家呢。车间主任扫视了一眼突然出现的一群人，你们是他什么人？真是难过妈妈给难过开门，难过到家了。二大爷开开心心的来，一脸委屈的走。好在临走时钱一文又找刘厂长要了份屈春红的资料，信息全不全并不重要，好歹有个家庭住址。就是二大爷，你别急，去燕京看病了，看来也是事发突然，等他回来了，厂里会给我打电话的。二大爷没有等到曲春红回来，就回去了。临走前还不忘嘱咐钱一文：你嫂子那儿替我说一声谢谢，一个双身子人还得给咱们出去跑这事儿，咱得有个话。放心吧，二大爷，这话我一定帮你说过去。我回去帮你妈和你四叔收拾园子，得3、4天能来。那头要是有信儿了，你就往大队打个电话，让徐会计告诉我一声。过了大概1个周的样子，屈春红家门开了，钱一文走进了院子，和正准备出门的屈春红碰了个头。同志，你找谁呀？钱一文没急着说话，把手上的报纸和一张照片递了过去。你这是啥意思？我姓钱，是来寻亲的，找我姐姐。屈春红愣了愣，二人坐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屈春红愣愣的抬起头来。你说我是你姐？钱一文理了理思路，从头至尾把整件事情叙述了一遍，最后指了指照片。这是我姐小时候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你看看，耳朵上的拴马状儿和你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我听你的同事说你也是被领养的，这一切要说是巧合，那可就太巧了。钱一文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了过去。我们老钱家传的一对小手镯，一直在我妈这儿。如果你是我姐，那你也应该有一只。屈春红、阿布、钱敏红一件手镯，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家里终于来人了。钱敏红一边哭一边回屋，费了半天的劲儿，终于从箱子底下掏出了那只一模一样的手镯。2只做工不很精良的银手镯，已经不是一个颜色了，但放在一起还是一对儿。钱敏红确认了这一切后，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失声痛哭起来。我现在可以叫你一声姐了吗？钱敏红没有说话，擦起眼泪来。恰在此时，门外走进一个头上缠着纱布的小伙子走了进来。小伙子看见钱一文，愣了一下。妈，来客人了。钱敏红犹豫了一下，继而坚定地指了指钱一文。思成，叫舅舅。舅舅。小伙子进了里屋后，钱一文小声问道：姐，孩子眼睛是怎么回事？同学疯闹，把做实验用的铁沙子扬他眼睛里了。春城的大夫说位置很危险，不敢给动，我就带他去燕京了。做完手术了，剩下的就是养了。姐，孩子多大了？干啥呢？19了，念中专呢。哎呀，那可正经不错的呢，还能考上中专呢。钱一文又小声问了一句：姐夫呢？早没了。姐，这些年就你一个人拉着孩子，不然咋办？好在孩子听话，不招灾不惹祸的。姐，小时候的事儿能不能记着点了？哪还能记得了？姐，有一棵结着小红果子的树，你还记得吗？树上有傅秋千。钱敏红听了，低头开始思考，想了一会儿，接着又是一通痛哭。姐，咱们相认是好事儿，你就别哭了，明天咱就一起回家。我一会儿就上学校给孩子请假去，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点去。姐，团圆饭人不全不行，明天咱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好好吃一顿。这头回登门，还得饿着肚子。姐，咱俩一爷共孙，你这么和我说话可就远了。与此同时，回到家后的二大爷心里头一直牵挂着。纪兰凤叹了口气说道：我老儿子说5、6天就能有准信，这都快1个礼拜了，咋还没个动静？一家人正唉声叹气的时候，门外停下了一辆车。二大爷首先看到了钱一文，然后又看到了刘丹凤，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小青年。只是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落在了后边。那个走在最前边的，望着满面沧桑的老父亲，钱敏红泪流满面，紧走几步，双膝一软。钱家父女相认也算了却了二大爷的一桩心事，因此忽然想到了什么凑了过来。咱家那个牛黄现在怎么办？有没有人收？媳妇，李长风估计这几天就带着王炳春回来了。那他？英子指了指刘丹凤，她是哪家的嫂子？钱一文眼珠子一转，我理个道，真是不是缘分不聚头。钱氏刘丹凤就是王炳春的媳妇。我说怎么这名字听着这么耳熟？她是王哥的媳妇。王哥？哪个王哥？就是王炳春。夫妻小两口在一旁聊着事，二大爷父女俩终于止住了眼泪。这是我外孙。老爷。好，叫啥名？老爷，我叫刘思成。好名。老头仔细打量起来，这一脑袋绷带咋整的？年轻的外孙和他初次谋面的老爷撒了个谎。老爷，受了点皮外伤，没大事儿，过2天就能拆下去了。老头看了一会儿，喜滋滋说道：有点像他舅舅，这眼睛我都看出来了。这时钱敏红指了指身后的大房子。爸，这房子你还能记得当年的房子吗？我就记得这秋千，这树，别的啥都不记得了。说着说着，
钱敏红的眼泪又来了。别哭。二大爷起身，对着走过来的兄弟和兄弟媳妇说道：“整几个菜去，这顿饭咱们重吃。”钱一文走了过来，叫住了四叔四婶，逐一给钱敏红介绍了一遍。等钱敏红和大家都问候过后，刘丹凤走了过来：“一家子团聚了，拍张照片吧，正好我带了照相机了，还是彩色的呢。”二大爷等这张合影，等老了时光，等老了自己，但终归如愿以偿。拍完了照片，一场家宴就在山丁树下的大石桌上摆开。酒过三巡，二大爷问钱敏红：“红儿，我上你那厂子去了，我看挺大呀。他400、500人呢，一个月能开多少钱？要是勤快点，多出点活，多的时候能挣30多呢。哦，30多呀？那平时呢？平时也就是20多吧。”二大爷听了，抬眼看了看钱一文，不说话了。姐，我春城的公司刚运转起来，得需要不少的人手，要不你来我公司吧，我不在的时候还能帮我照应一下。英子这时候一脑袋问号，凑到钱一文面前：“你啥时候整一个公司啊？”这是个秘密，前20集我都没说，现在我也不告诉你。切，看你神气的样。钱敏红琢磨了一下，没敢答应。我这些年干的都是成衣活，你那公司是干啥的我都不知道，能行吗？姐，再不济你也比我二大爷有用吧？我二大爷到了我那儿还一天不着闲呢。二大爷听了这话，露出了笑容，刚点头表示赞同，突然又觉得不对劲儿。你敢说我没用？我去这些天，哪天吃闲饭了？二大爷，我就是打个比方，你怎么还当真了呢？管你比方还是比圆的，也不能踩着你二大爷抬别人吧。这也就你二大爷脾气好，要是我要打不着你2下子，都得把我气死。钱一文看了一眼一脸正气的四叔，伸出了大拇指：“四叔你可真行。”转回头又对钱敏红说道：“没啥难的，行不行的？你去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我做树沟那边还有点事儿，处理完了咱们就一块儿回春城。”那我去试试。二大爷就看不惯磨磨唧唧，开口说道：“不用试，咱自己家的买卖，这点事儿还用合计这么半天？你咋不到点呢？我跟你喝一个。”干啥呀？二大爷还要敬我一个？可真是美死你了，我还敬你一个，愿意喝就喝，不喝拉倒。外孙儿倒酒。钱敏红朝屋里指了指：“我来吧。”他领着大孩子逗小孩子玩去了，这孩子可喜欢小孩了。孩子快满月了吧？是不是得摆上几桌呀？那是啊，而且还得大办特办一下呢。好啊，到时候我们都来，带着孩子，咱们好好热闹热闹。想了想，又接着问道：“哪天满月呀？”这回快了，再有6天0.7个小时，就正好满月了。我立个豆，你这是按分按秒盼着的吧？哪有。上回书说到，完整的家宴顺利结束。翌日，李长风找到钱一文：“老弟，王炳春回来了，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你们2人见一面？”李哥，现在咱就能出发。王炳春的公司门面高阔，和钱氏相差无几，是钱一想象中的样子。刚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小伙眉头紧皱的走到一个男人面前：“王总，你可算是回来了。彭老板都来好几遍电话了，说是燕京的市场出了点问题，你快点给他回一个吧。”王炳春一愣：“这不应该呀，怎么刚搭套儿就出乱子了呢？”一旁的钱一文默默在心里想了几种可能。王炳春接通了电话：“大春儿，别着急，从头说。”王炳春的脸色逐渐开始凝重，回头回脑的看了几眼钱一文：“大春儿，那家儿的人你接触过没有？没有。大春儿，你现在就买他几瓶子回来，马上给我送回来。”撂下了电话，王炳春紧锁双眉：“怎么回事？燕京有人和咱们抢买卖了？”姐夫，这不很正常的事情吗？市场又不全是你的，难道还不让别人卖了？不正常，那家的酒和咱们的是一样的，连商标都是照着咱们抄的，而且咱的酒投到哪里，他的酒也跟进到哪里，批发价还汪汪的比咱们便宜2毛5。钱一文皱了皱眉头：“要是这么说，那可真是有大毛病了。那家的酒产地是海龙县眉山镇。”我理个道，这不是咱家前庙后吗？钱一文的脑子快速旋转，想着想着就笑了。只有有价值的产品才会被模仿，有人陪着玩玩，制造出点响动也是好事儿。老王的一个电话引发了钱一文的思考。毫无疑问，不能再拿巧合来理解了，一定是有人故意为之。这是谁呢？下手怎么这么快？你这方子不会是有别人知道吧？不知道别人手里有没有，但王厂长肯定是得留一手。这没跑了，指定是他老小子干的了。钱一文倒没着急，冷静地分析起来。老厂长的嫌疑完全不能排除，但他只具备技术上的优势，对手布局如此严谨，还得对我们非常了解才行。你看，厂子就设在咱家前庙后，上市时间和咱们脚前脚后，专挑咱们的下家下手，价格就比你便宜一点点。这么有针对性的打击，不是知己知彼的人，哪能拿捏得这么准？能不能是巧合？如果说真有这要巧的事儿，打死你我都不太相信的。王炳春斜了钱一文一眼，也没心思计较谁被谁打死了，低头开始琢磨起来。过不一会，突然抬起头来：“知己知彼，身边人对这酒特别了解。”我立个豆，你小子不会是怀疑我吧？或者李长风？钱一文盯着老王看了2眼，点了点头：“不排除这种可能。”老王正愣神的功夫，钱一文又笑了：“你老王自导自演一出好戏，倒不是不可能，但你只具备一半的条件，有动机，没作案时间。
这些天你一直都在我眼皮子底下游荡着，你怎么去布这个局？老王刚要搭腔，突然怒骂了一句：“你小子才在眼皮子底下游荡着，你天天在人家眼皮子底下游荡。”刘丹凤在一旁切了一声：“啧，说正经事儿呢，别老琢磨着占便宜。”王炳春干笑了2声，又嘟囔了一句：“也是这么个事儿。再说了，我们只知道酒好，也不知道你那酒里边到底都有啥。请王厂长参个技术股，这不就齐活了吗？扯半天，这不还是落到我头上了吗？”钱一文笑了笑，岔开了话题：“假设，姐夫，以目前的情况看，你想怎么办？”王炳春想了想，眼前看只能先割肉了，把脚跟儿站稳了再说吧。钱一文伸了伸大拇指，夸赞了一句：“不愧是见过大风浪的大商户。”老王又斜了一眼钱一文，少汪汪拍马屁，赶紧想辙吧。钱一文没急着回答，思考了一会后，对着王炳春说道。王炳春立时明白了，都有人骑着脖梗子拉屎了，还磨叽这些有啥用？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不愧是见过大风浪的大商户，少汪汪的拍马屁，赶紧想辙吧。都有人骑着脖梗子拉屎了，还磨叽这些有啥用？钱一文点了点头，当即也不再客气。咱们3个一起定的价格体系没变吧？他变没变我不知道，但我的可是一点没变。你到我手6块5，我出6块8，小飞他们出手是7块2，终端统一零售价8块。明白了，终端市场不能群龙无首，你先别急着让大春儿回来，在那边把局面稳住，先把价格也调整下来，争取减少客户流失。王炳春琢磨了一下，又走向了电话。价格降多少？是降到和他们一样还是直接断了他们的后路？先别急着降太多，我喜欢有来有往，不拉几回去，怎么能探出对方的实底来？突发的事件让2人感到了威胁，同时也摩擦到了钱一文的兴奋点。和刘忠3湾子道，他不觉得是多说的出口的事儿，那和骗小孩子糖没什么区别。那边王炳春开始重新布置任务。大春儿，你先别回来了，找个靠谱的兄弟回来送他们的酒。王哥，那我现在干点啥？接下来变着法的把价格调整到和他们一致。王哥，怎么个变法？把那2毛5给退回去？你咋这么笨呢？退钱多尴尬呀！你再送点酒过去，就说相识相当恨晚，补一下中秋节的福利。一边听着王炳春的电话，钱一文一边连连点头。老王很会，这要是一瓶给人家返回2毛5去，人家会怎么想你？经销商是不是得琢磨，如果没人顶他会好心给我降价。老王电话打完，钱一文突然开口：“王哥，不是说你有个会来事儿的秘书吗？就刚才这个小伙啊。”王炳春溜了刘丹凤一眼：“不是，那个女的早都让我给开了。”哎呀，我还寻思让秀儿来你这儿，让她给带几天呢。王炳春直勾勾地盯着钱一文：“帮你的激光电蓝紫罗圈5彩屁，你小子心真大，还有心思扯这个呢？有什么可急的呀？再大的事情不也得一点点处理吗？要不咱来上海龙县眉山镇看看去？你还想会人家呀？知己知彼嘛，先看上一眼，心里先有个数。先不用，那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儿。眼前咱就坐等燕京回来的人，我倒要看看他们仿的到底有多像。咱俩利用这段时间去慰问一下老厂长，顺便找李长风喝点酒。”钱一文说罢，转身向外走去。还有心思喝酒？王炳春一边嘟囔着一边跟了出来。耶！王炳春一愣，接着又不好意思的笑了。不拿了，你不是让我自然状态下减量吗？咱不给抽烟创造机会。说罢，转身快速离去。几日后，一家小饭店里，李长风几人坐在一起。李哥，下边卖的怎么样？这2天有反馈吗？李长风皱了皱眉头。我正要和你说呢，盛京那边说有和咱们一样的酒刚上市，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呢？我也刚回来，才听说。钱一文瞟了李长风一眼，买卖多倒是好，少了一头也不慌，东边不让西边让啊。深入了解了情况后，李长风方才有了危机感。海龙县的跟着咱们跑出那么远去抢市场，这不是找病吗？谁不说是呢？那现在咋办？李哥，人在暗处，咱们现在得想法把他给揪出来。咋揪？上海龙县找他们去。我猜那个胡晨就是个摆设，如果是你要整我，你会自己亲自出面吗？李哥，县府大院里有可靠的熟人吗？有啊，干咱这买卖的，不为几个应实人哪能行？可靠就好，帮我打听几个人。第一个是柳静言。李长风愣了一愣，你不是都和他穿一条裤子了吗？他的事儿还有你不知道的？我的猜测如果没错，有些事情他俩还真不想让我知道。李长风发出了疑问，他俩另一个是谁呀？另一个是王厂长。你想打听什么？查查他们最近有没有过频繁交往，还有这2个人最近有没有出过远门。李长风点头过后，突然指着王炳春好奇地问了一句：“这哥们儿换职称了，啥时候变成姐夫了呢？”书接前文，几人讨论过后搞了一个战术。这时，李长风突然指着王炳春说道：“这哥们儿换职称了，啥时候变成姐夫了呢？”钱一文坏笑着看向了王炳春，最近在家里的地位排名直线下滑，自动请求降为副职的。王炳春白了他一眼，
滚汪汪的，你个小舅子！李长风忍不住笑了，就那么2口半人，再滑还能滑到哪去？我就不信死那个京巴还能排你前边去。王炳春白了李长风一眼，没有还嘴。回到春城，二人住在了王炳春的公司。一夜过去，天光大亮，钱一文刚起床就见王炳春提着一瓶子酒回来。钱一文接过酒，仔细观察了一会，1刻钟后，这酒差着点意思，但药用的好像还挺足的。这瓶标和自己设计的那个不能说很像，完全就是一毛一样。老王点了点头。要是他们再把老边拉入伙，和咱们的产品就一毛一样了。钱一文抬眼看了看王炳春，显然老王是已经品过了。这么懂自己的对手，是打哪来的呢？2个瓶子摆在一起，见钱一文一个劲儿的盯着酒瓶子看，王炳春问了一句：“看出点啥没有？”看出来了，近似度已超85%，连这个瓶子都和咱们的是一个厂子出的。这汪汪的也是真费了脑筋了，连咱们在哪造的瓶子都查出来了。他们才不会和咱们用一个厂子的包装，找家玻璃厂，照着这个开模也不难。王炳春指了指瓶子，你看看，咱们的商标是3座连着的山，他在前边又整出来一个小啪啪粉，这要是不注意，还真是看不出来。钱一文突然间呼的一下站了起来，走，找我姐去。王炳春一边站起来，一边嘟囔了一句：“这都快成你们家的了，说要使唤抬腿就走，这些天我都不敢使唤人家。”来到刘丹凤的工作地方，刚一见面，钱一文就开起了玩笑：“姐，咱们2个人来上班，没跟领导说给加点工资吗？丢人的事情有啥好宣扬的？单位里还没人知道呢。怀孩子是正经事儿，怎么还能说丢人呢？”刘丹凤无意接着讨论，岔开了话题：“你们怎么突然来了呢？”钱一文掏出了一个酒瓶子放到刘丹凤面前：“姐，能不能帮我查一查这个商标是谁注册的？”刘丹凤看了一眼商标，皱了皱眉头：“清风山，清风山，这就是仿咱们的酒，查到了管什么用？人家也没用你的清风山。”钱一文笑了笑：“姐，有用没用咱先不说，我就想知道到底是谁跟咱们这么亲。”信，那我一会儿帮你去问问。钱一文一边往兜里划拉着山楂饼，一边问了一句：“姐，对专利申请的事情了解吗？”专利知道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做过1期报道呢。那你帮我上心。急吗？有点，如果现在能办下来，现在就能用得上。刘丹凤皱了皱眉头：“你要给人参鹿茸酒申请，那也不是你的东西呀。”姐，别看眼前。从报社出来后，2个人来到了钱一文的公司。2个人刚把车开进院子，就看见二大爷正躺在大柳树下，闭着眼睛晒太阳呢。二大爷的身边是他的外孙子。钱一文走近了几步：“外甥，给我个正脸，你姥爷说你像我，我得好好看看。”盯着颇不好意思的刘思成看了2眼，钱一文夸了一句：“别说，有点我年轻时候的风采。”王炳春听了，一竖拇指：“这2句赞美克尔，唠得明白。”滚汪汪的，没你事儿，你怎么没上学？学校今天有考试，教室被占了。我妈说要来熟悉一下环境，就和她一起来看看。嘿嘿一笑后，晃了晃手里的书本，在这儿也一样补课。钱一文瞄了一眼已经半睡的二大爷，点头微笑：“你小子缺了快20年的课，是得好好补了。”二大爷刚一睁眼就见是钱一文，朝天上看了看：“哟，我还寻思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呢，老板今天咋这么有闲工夫呢？”钱一文嘿嘿一笑：“听说活要干完了，来看看。”二大爷白了他一眼：“我说的呢，原来是看谷子弯腰来收秋了。”二大爷，你这都个人伺候上了，就别老是埋汰我了呀。这手艺也就是一般，有人伺候还挑肥拣瘦的。钱一文眯着眼上下瞅了瞅二大爷：“你这条干活穿的裤子和这上衣也不搭呀。”那能没有吗？你姐正给我牵裤脚子呢，刚才我试了，长了这么大一块。钱一文瞄了一眼屋里，果然见钱敏红正认真的埋头做着针线活。钱敏红见几人进来，打了声招呼：“姐，那边的厂子没你事了吧？以后不用去了。那等车间开始灌装以后，你就给他们带班吧。”钱敏红的心里有些没底，我能行吗？要不我还是先当个工人吧。钱一文想到了院里看书的刘思成，要不我给你配一个人，你就上半天班吧。孩子快要毕业了，你也得把他经管好。钱敏红点点头，心中有数。几日后3个人再次重聚，钱一文首先开口了：“李哥，打听了好几天，什么结果？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柳敬言天天按时上下班，王厂长和他2个儿子也都在家。”钱一文心头一动，王厂长还有2个儿子，这力量要是合理利用一下，不弱呀。老王瞟了钱一文一眼，心中暗想：都在家迷找呢，那不是所有可疑之人都被排除在外了吗？长风，你下边的人这些天是怎么说的？没啥消息，我回去的问问了。钱一文看向了老王：“那姐夫你说说吧。”又他汪汪的降价了，现在是人家捅一刀子，咱们出点血儿，这也太被动了，咱们总得有点抢钱的行动吧。李长风瞄了钱一文一眼，说道：“我盛京那边的兄弟都在问呢，7块3一下子降到了7块05分，也不知道这钱到底算谁的。”朝着2人笑了笑后，钱一文表现出了大度：“打价格战，大家都有份儿，降价这一部分都从我这里出吧，不能让你们在中间的赔上。
钱一文的话说的敞亮，可王炳春明明听到他说了句大家都有富，也不能都让你担着，咱们分摊就行。强敌当前，咱先不说分家的事儿，眼前我有个办法，可以摆脱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局面，咱们一起讨论一下，看是否可行。按理说，你们俩都比我大，经历的比我都多。说假话总是汪汪的有点虚得很。王炳春不耐烦了，磨磨唧唧，有屁快放。我觉得咱可以分2步走，第一步，把各地的市场努力稳住，哪怕是有断臂之举，也得忍着点疼。这倒没啥，不就事少挣点儿的事情吗？钱一文接着说道。对，要做好不挣钱的打算。此言一出，二人同时猛地抬起头来。钱一文接着说道，咱们不妨将计就计，这样来，不管他们出现在哪里，咱都敲锣打鼓的陪着他玩，让对方感觉咱们把心思都用在了打价格战上。我好像明白点了。姐夫，那你说说，看咱俩是不是真想到一块去了？下一步，抄他后路。钱一文点了点头，李长风也似是若有所悟，跟着点了点头。王炳春接着说道，要断后路，最致命的就是让他出税，让他生产不了。李长风低头琢磨了一下，一脸担忧。在海龙县找个人去祸害他一下子，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动静太大了？沉思过后，钱一文说道，关于断后路，我有一个点子，咱们一块研究研究。二人正直着脖子等下文，谁知钱一文却摇了摇头，不行，想法不成熟，等想好了再说吧。我离个豆！王炳春气得大骂，没屁你割了什么嗓子？真是癞蛤蟆上蒸笼，没屁割楞什么嗓子？挨了骂的钱一文也不见恼，走，咱们去趟梅山镇，摸摸他的底。王炳春翻了翻白眼，你不是说现在去没用吗？是件事，哪有那么多的一定？此一时彼一时了。梅山镇里打听了半天，没人知道有清风山的存在，总算是有个放羊的老头给3人指了一条明路。看着眼前只有一排矮小房子的院子，钱一文嘀咕了一句，这就是传说中的酒香不怕钩子深吗？你俩在这儿等着，我看看去。姐夫，你不能去。为啥？我假装买酒还不行？本地人都不知道的地方，你跑去买酒，不是一下子就暴露身份了吗？那怎么办？就干看呀！钱一文一指前方，回家。这不是白来了吗？不白来，目标要一个一个达成，眼下不就已经完成一个任务了吗？回到公司，钱一文和李长风客气了一句，今天在我这住下吧，咱哥仨好好喝点。走之前也没跟家里打招呼，你嫂子心里该不踏实了。钱一文一句玩笑话刚到嘴边，又憋了回去。从上辈子到这辈子，嫂子跟着你什么时候心里踏实过？是有什么要紧事，必须第一时间要去办吧？李长风走后，老王终于开口，我要是没猜错，你已经开始怀疑李长风了。钱一文一直腰板，正色说道，姐夫，没凭没据的，咱可不能瞎说呀，这可是会影响哥们感情的。拉倒吧你一张嘴，我都知道你要拉啥样的粪蛋儿。钱一文皱了皱眉头，老王，骂2句我可以忍，你别整这么埋汰行不行？王炳春得了个便宜，嘿嘿一笑，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看你话到嘴边又夹回去了，一定是发现他有啥不对劲的地方了。钱一文白了老王一眼，姐夫这个位置对攻击技能的提高有这么大的帮助吗？怎么不注意都听不出来他是在骂人呢？姐夫，我现在就接着刚才的话头说，我所说的断他们的后路，是想把配方里最关键的几样东西都掐在手里。我看行不通，不说人参、鹿茸，就是五味子、黄芪这些大陆货，没点好钱你敢说买断？我问你一句话，你自敢在药圈里名声怎么样？说句话，能不能当前10？老王点了点头，圈里人还都得给老王几分薄面吧。如果你有这个信心，那咱们不妨这样来。这能行吗？能不能行，就看你的人性了。只要商人取利这条真理不变，咱这招准能灵。王炳春担忧不减，瞟了钱一文一眼。我倒是有信心能说动他们，可一旦要是翻盘子了，咱俩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万一不成，成本是我的，损失的是我，你有啥好怕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家一起作战，谁折进去也不好。到时候你真要是成穷光蛋了，一口一个姐夫的叫着，我咋费劲往出挤，还能不让你吃口热乎的吗？不至于到那程度。说正经的呢，你能不能不闹？统一意见后，老王迫不及待地说道，现在就和货主子们联系。稍安勿躁，光抄后路还不足以一击致命，眼前这场价格战我们也要打得漂亮才行，让他们腹背受敌。王炳春若有所思，价格战不就是砸钱吗？你还想砸漂亮？姐夫，砸钱也要讲究技巧，我打算把包装换成这个。这还送个杯儿，你再挨桌进一圈的了呗。如此一来，成本可是又增加了呀。都这个节骨眼了，就别计较这仨瓜俩枣了，将大瓶换成小包装。首先在产品外观上和他们拉开差距，而且咱那些客户是从小瓶酒开始尝到的甜头，现在又看见了小瓶，肯定有认同感。喝完了酒还能收获一个精致的酒杯。如果你是顾客，你怎么选？王炳春点了点头，抄起了手边的电话本。说干就干，现在就定包装。闺女，你咋来了呢？二大爷，你这儿让我打听点事儿，我打听到了，
来告诉他一声。让他去你那儿还不行吗？你这身子没啥事儿别老家跑，还跑这么快。没事儿，哪有那么娇气？去吧去吧，好像秉春不在，钱一文在那屋里呢。我看七顾八顾的，都一上午了，也不知道去歇个啥。刚坐下，刘丹凤递过一张纸，这是我查到的所有关于胡晨的资料。商标持有人胡晨，25岁，籍贯松江省海龙县眉山镇，工作单位眉山镇计生办。海龙本地人。钱一文又自顾念叨了一句：“不是做买卖的。”刘丹凤肯定地点了点头。他在吉春有没有什么交往过密的人？没听说他和吉春这边有什么关联。钱一文泛起了嘀咕：和吉春这边没有任何关系，这怎么可能？李长风也说王厂长和柳金言最近没出去过。当下急急地问了一句：“姐，这个胡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这个还真没打听，回头我再让他们给问问。那就再麻烦人家一下吧。说着话，王炳春也回来了。那些小瓶子和酒杯什么时候能到位？怎么着，你也得先给我整点水喝吧。别喝了，赶紧说吧。汪汪的，你们家有地主根儿吧？别那么多事儿了，包装什么时候能到？正好有现成的，第一批明天就能运到，后续生产的得3天，这就够了。钱一文叫过孟小波，你马上回去，把清风山的灌装先停下来，让卞师傅把所有达标的酒都准备好，明天我派车去拉。那我是不是还得和他们一起来？对，你和秀儿带队，领着他们来。好，那我现在就走。小孟走后，钱一文突然问了王炳春一句：“姐夫，6块9毛5除4等于多少？1块7毛3分7厘5。行啊，小账算得挺快啊，速度是有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精度。算这么多年了，不带差的，不信你动动笔。我信你。”老王琢磨了一下，问道：“6块9都搭上包装料，你还要降1毛钱？这回咱们得把主动权拿回来了，让他们跟着咱们走。你换了包装，人家不会也换吗？咱这事儿秘密进行，等他们知道的时候，咱们可能已经玩下一轮了。你怎么能做到保密呀？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把灌装拿到春城？这2天咱们都把手头的事儿往前抢，过几天跟我回趟三河堡，再忙咱这顿满月酒也不能不喝呀。婴儿过满月的习俗传承已久，重要的时刻，钱家坐满了亲朋好友。董长贵对着外孙女稀罕个没完。纪兰凤走过来说道：“你那么稀罕孩子，让你儿子早点结婚，那个生出来才是你们老董家正根呢。”老董头一翻白眼：“治不上，白扯，没一个上心的。”看着不远处凑到一起正不知嘀咕什么的2个人，钱一文想，老头大约是没有悟透，结了婚哪有现在有意思啊。刘丹凤拿出2袋奶粉递给了英子：“我听兄弟说你奶水不好，特意让同事从鹤城给你买了奶粉，奶水不足的时候就冲点这个，喝没了我再给你买。”钱一文拿过一看，我理个道，扑棱翅膀的鹤，这可是好品牌呀。英子刚一开口，被钱一文给打断了：“叫姐。”这怎么还真改呀？都叫了有些日子了，早习惯了。姐，这东西我听说的是来块钱1袋子呢，奶也不是很缺，就别花这钱了。刘丹凤一边摸了摸肚子，一边笑眯眯说道：“孩子的健康是大事，可不能将就。”钱一文也附和着：“你可拉倒吧，想吃个全饱都得应急了，还说不缺。”英子咬了咬嘴唇，四下溜了2眼：“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老冒胡话呢？”柔柔的满月宴刚开始就结束了，钱一文的大爷正一个人坐在石桌旁，一动不动的仰头看着一轮明月发呆。这么晚了还不睡，你去看看吧。好嘞，媳妇。来到树下，大爷，你怎么还不睡觉呢？岁数大了，没有那么多的觉了。那个姓李的跟你关系不错呀。还行吧，我能把收药材的事做大，也是从他这里开始的。老头听了，又是淡淡一问：“一直都处得挺好的。”钱一文觉出老头话里有话，当即问道：“大爷，你是觉得他这个人不稳妥？眼大牙缝自稀，不是撒谎就是撂屁，净个酒，眼神都稳不下来，四处飘。”钱一文点了点头：“大爷，我加点小心就是。你刚进入社会没几天，得记住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我看他和那个姓王的小胖子比起来，可差远了。”该说不说，大爷对于2个人的评价，还真是和他们前世的人品完美契合了。大爷瞄了钱一文一眼后，又问了一句：“你干这些事儿，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估摸了一下，前后的投入，再加上盖房子，得几万块钱。就算你收的那些药材是白捡的，8成都不够。大爷，我偏得点好东西。啥东西？牛黄。我就说嘛，凡事都不能无缘无故。大爷没有继续问下去，牛黄是怎么得的，得了多少，又卖了多少钱，都和他无关。钱一文边抬眼看了看，大爷，我有句话一直不知道如何开口。不就是想问我为啥这么多年没回三河堡吗？想问的人又不止你一个人，老老少少的那些眼神里的意思，我还能看不明白吗？别人不说，你老丈人第一个就想问吧。心机被窥破，钱一文低了低头，等着大爷的下文。老头朝着屋子里看了几眼，钱一文心领神会，朝着2大爷的屋里走去。2大爷和四叔对坐在炕边的小桌边聊着天，所处位置恰好看得青山丁树下的一切。钱一文看了看老哥俩：“我大爷要喝酒，你俩要不要也来？”
重新入座，四人各居大石桌一角。大爷抬头看了看天，要是我说最晚不超过明天中午就得下雨，你信不信？大爷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钱一文给听愣了。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全都不挨着呀！不信？不信。大爷开始诉说当初他的往事，说了一阵后，钱一文不解地问了一句：大爷，我觉得你选择留在领导身边，不是也挺好的吗？就这功劳，领导得多器重你啊！有些事你不懂。大爷回头看向了两个弟弟，他爷爷的事他知道不？二大爷寻思了一下，又不是啥光彩事，没人特意跟他说过，你一句他一句的，我猜他应该是得知道点吧。二大爷说罢，看向了钱一文，后者默默点了点头。自己家的事儿能不知道吗？大爷叹了口气，你要是知道这事儿，我就不多说，我又何尝不想留在领导身边？我要是在领导身边一直干到现在，太大了不能。大爷略一停顿，侧头算计了一下，管个18000人肯定是没问题。钱一文问道：大爷，那你最后怎么还回来了呢？